谁死了？什么傻子？他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了眼前那一张奇丑无比的脸。好丑！小傻子居然活了，而且这将军府家的小傻子居然还敢骂凶神恶煞的鬼王好丑，这是不是真的不想活了？谢真，本王看你是在找死。谢真！轰然之间，谢真的脑子直接就炸开了。无数种的画面像洪水爆发一样占据了他的脑海。穿越了？他竟然就这么穿越了？他堂堂外科手术第一刀叶真，他一天做了好几台手术，他就这么过劳猝死了。紧接着，另外一段陌生的记忆袭来。这具身体是将军府的嫡女，但是从小因为被抱错了，一直流落在外，这不久前才被找回来。再敢往本王身上扑，下一次本王杀了你。谢家想用你来搪塞本王，做梦！你这个傻子，你为什么不死啊？你竟然还有命活着，鬼王怎么不弄死你呢？谢真若是被鬼王弄死了，鬼王还好意思求娶她吗？这门婚约他死都不会答应。傻子，你要是不想我告诉父亲你闯祸了，也可以。谢无双眼中带着嘲讽，扫过草丛里的狗粪，他得意地指着草丛的狗粪，那里是姐姐为你藏的糕点，你吃干净了，姐姐就不告诉父亲了，你还不快去吃？狗粪！谢无双这个女人居然诓骗一个傻子吃狗粪，是可忍孰不可忍。要不是身体已经换人了，说不定真的谢真还跑去吃狗粪了，还不快去？你不怕我告诉父亲你闯祸了？我最喜欢姐姐了，姐姐对我最好了。可是，真真也想回报一下姐姐呢。既然是这么好吃的糕点，那真真先给姐姐吃。你们在干什么？还不给我把人拉开！走开！你们都走开！谁都不许和姐姐抢东西，好吃的糕点都是我和姐姐的。娘亲，你这个傻子，你给我闭嘴！我不是你娘，你不许叫我娘！是谁给你的胆子让你欺负你姐姐的？她是尊贵的将军夫人，一手养大的谢无双是京城里的第一才女，儿子也有出息，京城里不知道多少人在羡慕她，但谁知道这个傻子才是她的亲女儿呢？这个傻子女儿让她在京城成为了一个笑话。谢夫人最疼爱谢无双，哪怕现在知道不是亲生的。无双啊，你别哭了啊，娘和爹都会为你做主的。娘，你也不要怪妹妹了，妹妹就算是故意把我推到粪堆上去，我也不怪她。故意？这明着为谢真开脱，实际上又在给谢真挖坑。一个傻子能知道故意整人吗？姐姐，谢真可不会任由他给自己挖坑。那是粪堆吗？你刚才不是说那是姐姐你为我藏的最好吃的糕点了吗？我知道姐姐对我好，让我先吃糕点，可是我也想回报姐姐，我把好吃的都留给姐姐，为什么娘打我？谢真说的那叫一个真诚，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别提有多可怜了。我天哪！我真的没想到谢无双居然是这样的人啊！他欺负人家谢真是个傻子，诓骗别人吃狗粪，还说是好吃的糕点。你这个傻子，你给我闭嘴！谢夫人也是会武功的，这一脚踹过来，正中谢真的心窝。他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看上去就和死了一样。谢真觉得自己要被痛得昏死过去了。突然，警报声在谢真的脑海里不断的响起，紧接着屏幕上出现了原主的身体情况，就像是一架扫描仪把原主身体扫描了一次。速救完，出库成功。谢真，你别给我装疯卖傻的，起来给你姐姐认错道歉，否则家法伺候。一个傻子还要给正常人道歉，不然还得家法伺候。娘亲，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呢？真真为什么要给姐姐道歉啊？真真只是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姐姐，真真做错了吗？不过娘亲说真真有错，那真真认错就是，反正娘亲说的都是对的。我说谢夫人，你们也太过分了，一个傻子知道什么？偏心眼儿也不是这么偏的呀。够了，把二小姐带下去好好休息，不许她再胡闹。
让他下去休息，分明是把他关起来。他不能被关起来，否则就任人鱼肉了。他看到角落里看戏的男人，一身黑袍，一张黑色面具，那不是鬼王又是谁？南宫印，其实不是叫鬼王，是七王爷。他的出身可不得了，是皇后的嫡长子，也不是生来就这么丑的，而是在7年前为了救他的母后牺牲自己，所以才因为剧毒毁容了。据说在没毁容之前，南宫印可是俊美无比的，还曾经在战场上立过功，甚至还曾经是太子的热门人选啊。谁料中毒毁容之后，性情变得暴虐嗜血，在下人要来拖走他的时候，谢真使出了9牛2虎之力挣脱。大哥哥，姐姐说她才不要嫁给你，说我们一个丑鬼，一个傻子，天生一对。嘿，大哥哥，你说是不是？七王爷，我没有说这些话，是他在胡说，我们没有说。谢无双哆嗦着解释，脸上的狗粪都顾不得擦了。他哪里知道谢真这傻子居然敢把他平日里骂他的话当着南宫毅的面说出来。谢真，你给我回来！你在胡说什么？谢将军，臣在。你不必着急，本王瞧着谢小姐说的也不错，丑鬼配傻子，天生一对。本王不才，配不上谢家小姐这花容月貌。不过本王这个人就喜欢为难人，3天之后，本王的花轿来抬人。王爷，将军府的花轿已经上门了，可是来的是傻子。是王爷，您英明神武，猜对了，送上花轿的不是谢无双，而是傻子谢真。南宫毅眯起眼睛，似笑非笑。那又如何呢？啊，那又如何？和你有婚约的是谢无双，太子联合将军府把傻子塞过来，这不是在挑战您的底线吗？太子这么做不就是仗着宫里的宠爱吗？王爷，您既然早就已经猜到了这一切，为什么不阻止呢？娶谢无双回来就是为了报复，塞给他一个傻子算怎么一回事儿？本王为什么要阻止？就看他们狗咬狗，不是也挺好玩的啊？狗咬狗？你不觉得傻子谢真也很好玩吗？谢真很有趣。清风惊呆了，这一个傻子哪里好玩啊？傻子，你倒是提醒本王了。走了，该去拜堂了。清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王爷这是被气疯了吗？太子和将军如此欺负人，他居然真的要心甘情愿的娶一个傻子？南宫夜慢悠悠的往大厅的方向走去，他现在就去会会这个傻子。这个傻子给他的惊喜倒是比谢无双更多，比起谢无双嫁进来让他的好弟弟不痛快，他现在倒是更觉得这傻子更好玩。毕竟此傻非彼傻，谢真装傻让他做刀，他南宫印这把刀虽然快，却不是那么好用的。巍峨壮丽的王府门口就只停放着一顶花轿，花轿里的谢真被五花大绑，气得要抓狂了。他那天被打晕，一觉醒来就到了花轿里了。谢无双，南宫冕，我和你们没完！等着，我谢真会报复回来的。紧接着，花轿的帘子被掀了起来，清风抱着剑立在花轿外。他看了一眼谢真，那妆容画的谢真丑得和鬼一样，清风差点呕吐出来。大哥哥呢？戴面具的大哥哥呢？姐姐说嫁给大哥哥，天天有糖吃，我要找大哥哥吃糖糖。清风觉得很辣眼睛，但还是很尽职尽责的把谢真身上的绳索给劈开了。滚出来！大哥哥，糖糖呢？我要吃糖糖。想吃糖？过来，这就是给你准备的糖。不是喜欢吃糖吗？怎么不吃啊？谢真一个机灵，他在试探他，他怀疑他在装傻。吃糖，我要吃糖糖。南宫印站着不动，唇边的笑意加深，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谢真咬破了他的手指，就是好硬啊，咬不动。完蛋了，这小傻子居然用咬的。傻子，你是不是对吃糖有什么误解？谢真心脏砰砰直跳，装得一脸无辜。下一瞬，南宫印抬起手，刚要做什么。王爷，万万不可！谢家今天才把王妃送过来，要是王妃有什么，谢家指不定会拿这事儿闹到宫里去。不过一个傻子而已，你以为本王连一个傻子都想伤？王爷说的对，不过一个傻子不能脏了王爷的手。把这个傻子给本王丢到荒院去。清风让人把他送到了荒院。下人一走，谢真就捶胸顿足的。他看向破败的庭院，以及那窗户上厚厚的蜘蛛网，他好想哭呀。
幸好他机灵，已经把王府到这里的路线记得七七八八了。与其留在王府忍受鬼王的折磨，36计走为上策。走之前，他还得去王府里偷点金银财宝出去，否则他身无分文走出去，那不是更惨？谢珍揣着一些珠宝，站在一处冷泉前。他傻了，他太高估自己的记忆力了。王府太大了，他为了顺点东西走，结果居然就迷路了。老天保佑，千万不要让人发现我。谢珍捂住自己的小心脏，汗水直流。他正准备退出小院，外面突然一阵骚动。王爷病发了，快去冷泉给王爷准备东西。啥？冷泉？他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完了，南宫夜马上就要来这里了。吓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马上就要推开小院子的门。他现在是铁定不能出去的。谢珍环视了一周，这个小院除了这冒着寒气的冷泉，再无任何的遮蔽之处。咕嘟，在下人进来的时候，跳下了烟雾缭绕的冷泉。与此同时，似乎有什么不对劲。他僵硬地睁开眼睛，一看，他顿时五雷轰。水底下还有个人。等到那些下人都走出去了，谁？水底下的男人也倏然起身。嘘，你不许出声，否则我们两个都别想活。被捂住嘴巴的男人挑挑眉，别想活。谢珍见他没说话了，他放心地松开了手，这会儿才顾得上看他一眼。只一眼，谢珍也就被惊艳住了。他的五官宛如精雕细琢的羊脂玉，是那么的精致俊美。谢珍不是花痴的人，但美好的东西谁不喜欢呢？看了也心情好呀。可现在不是欣赏美男的时候，这男人绝对是个危险人。他潜入南宫印的地盘，南宫印的人居然没有发现有刺客来，这就证明这个人身手非凡。完了，他撞破了秘密，不会被杀人灭口吧？嘿，我说哥们儿，胆子够大的呀！这冷泉可是鬼王的地盘，你居然敢在这里泡温泉？看在你长得这么好看的份上，我们刚才一起逃难了，我好心劝你一句，还是快跑吧。否则鬼王那个变态来了，你就跑不掉了。我先走一步，再见。才走一步，他的领子就被那个男人扯住。好汉饶命，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想走？男人的气息有些不稳，脸色比刚才更加的苍白。大哥，你想干什么？我保证，我什么都没看到，我就没见过你。谁问我也这么说。这傻子还挺上道的，我凭什么相信你？他压低声音，故意和他玩起了心计。这傻子没见过他的真容，以为他是刺客，有趣。他就套他来这里做什么？他不是装傻吗？谢珍心里怕得要命。苍天哪，有没有麻药枪什么的？他还不想这么死了呀。他就这么一想，突然脑子里就响起叮的一声，麻药枪出库成功。下一秒，谢珍就感觉到自己的手里多了一个冷冰冰的东西。他也顾不得这东西来的蹊跷了，心中狂喜。大哥，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我就是来偷点珠宝跑路的。这个女人居然想跑，是谁给她的胆子？他拿出了毕生最快的速度，把麻药枪扎入了男人的手臂里。你找死！你找死！谢珍瞬间就呼吸困难。1、2、3，走！就在南宫要掐死他的时候，陡然他的手臂就失去了力气。你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都说了，你用不着杀人灭口，你不肯放过我，我能有什么办法？你放心，这药不会对你的身体有什么伤害，只是让你没力气而已。拜拜喽，我先走一步。若不是他今晚体内的火蛊发作，他需要用全部的内力去压制，他会被这个女人摆一道。因为中了麻药的关系，压制火蛊的内力在不停的翻涌。他体内的内力爆发出来，还没走远的谢珍被溅了一身的水。这水怎么这么烫？下一瞬，他的身体都被一股巨大的吸力吸过去。这个男人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像是一头失去理智的怪兽，那么的可怕。谢珍又想找麻药枪，但怪异的事情出现了，麻药枪没有出现，反而一大批的药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岸边。为什么他的脑子里会自动出现救治这个男人的一些伤药？他可不想救他呀，救了他害了自己，他才不想找死。猛然之间，他的脑袋是炸裂一般的剧痛，像是要裂开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恰逢此时，男人却因为力竭而倒在冷泉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了？他是医生没错，但也不能救危害自己性命的敌人呐。可脑子里的破东西居然还强行的要求他救人，不救，等着头痛，直到谢珍妥协，脑袋的疼痛才消失。刚才脑子里的芯片已经扫描过这个男人的身体了，他的外伤虽然严重，但没有生命危险。
反而是他胸腔里的那个东西对他来说才是致命的。这里又没有 B 超机，他看不到他里面的情况，只能用岸边出现的药先给他治疗。他先给他注射了抗生素，再专心的给他处理了胸口的外伤。真是奇怪，他身上的外伤看样子应该是有人处理过的，为什么情况没有好转，反而还愈发严重？难道是古代人的医术不行吗？谢珍也想不了那么多，他现在可是要逃命的。他担心一会儿南宫印就要过来，动作麻利的给他包扎好了伤口，再把这里不该出现的现代医药毁尸灭迹。他打算悄悄遁走。突然，他的裙摆被什么东西给拽住。我都救了你了，你还想怎么样？松手！撕拉，力气太大，他把自己的裙摆撕烂了。破碎的裙摆还有一块被男人紧握在手里。谢珍气得想踹他几脚，视线一扫过去，他发现男人的身边躺着一只通透碧绿的玉扳指，那色泽透亮，一看就是价值连城的东西。这是男人的？东方先生已经准备好了，王爷呢？还没找到王爷吗？南宫夜，快去请东方先生到这里来，王爷在冷泉。这一句话谢珍并没有听到。现在耽搁了这么久的时间，他今晚想要跑出去估计是不行了，他还是留在王府里再寻好的时机。王爷昨晚可是有什么奇遇啊？奇遇？说的是那个敢用药弄晕他的女人？谢珍那个胆大包天的女人。东方镜，你有什么想说的？我能有什么想说的？这蛊虫存在你身体里这么多年，它的毒性一日比一日强，到最后不管你受什么伤，都会导致你的伤口溃烂流脓，愈合的过程十分的缓慢。换句话说，旁人只需要几天就可以好的伤，他会比旁人多花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这满身的伤都是因此而留下的。你胸口的这道剑伤是新伤，是什么人物医术如此精湛，竟然能让你的伤口愈合的这么快？本王也想知道那是什么人物。哎，不对呀，你不知道是谁救的你吗？哎，这可是在你的王府，你昨晚去了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吗？聒噪，滚！王爷，你好狠的心呐！需要我处理伤口的时候，便是尊我为东方先生，如今你叫我滚。南宫夜回过神，冷冰冰地盯着他。好，我不说了。宫里让你带着傻子王妃进宫去，若是让太医给你把脉看伤，你打算……老规矩。南宫一抛下这3个字，掌心运起内力，顿时间他周身的气流激荡，周围都掀起了风。再一看，他胸口好不容易被谢珍处理好的伤口就崩裂开，甚至比之前更严重。有人不希望他好起来，那他就装作一直没有好起来好了。谢珍被下人捣鼓了一番，塞到马车里。大哥哥，这是我的，我娘说过，抢别人东西是不对的。是他的？哼，这女人睁着眼睛说瞎话。这是你的？大哥哥，这是我爹留给我的东西，你不要和我抢，我爹爹会难过的。你爹？是我爹爹，千万别怀疑啊，把东西还给我呀。南宫印的嘴角又是一抽，他似是把玩够了玉扳指，随手丢给谢珍。大哥哥，你最好了，我替爹谢谢大哥哥。他说上瘾了，他什么时候想做他爹了？王爷，皇后娘娘震怒，您还是……这人的后背是铁做的吗？怎么那么疼？大胆，竟敢冲撞王爷！够了，去交房殿。大哥哥，好疼。松手。姐姐说我们成婚了，就是夫妻了。夫妻走到哪里都是要手挽手的。开玩笑，想甩了他？他有那么蠢吗？南宫燕忍住强烈想要把这女人拍死的冲动。他是装傻装上瘾了？本王再说一次，不想死就放手。松开了你，我才是要死了嘞。谢珍，装傻很好玩吗？本王看上去很好骗。你是谁？你是谢珍吗？他一连抛出了2个问题，这让谢珍更是心惊胆战。他不仅怀疑他在装傻了，难道还怀疑他是穿越的，不是原主？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纯粹是为了保命啊！你的胆子很大，你敢在本王面前装傻，你信不信本王让你变成真正的傻子？王爷，我虽然是装傻骗了你，但绝对不是故意的。我嫁到王府也非我所愿，如果要恨，不是也该恨把我送到王府的太子吗？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南宫也没有理由恨他，他也是受害者呀。谁问过他是否愿意嫁给他这个身中剧毒、命不久矣的鬼王？这不是本王放过你的理由。痛！哎呀！他要是再用力一点，他的手腕就要断了。说，
你是什么来历？你究竟是什么人？东方镜这样的当世神医，对他体内的蛊虫都束手无策。这个女人是什么人物？她居然可以让他的伤口快速好转，并且压制蛊虫。我是谢真，我就是谢真，除了谢真，我还能是谁？死到临头还敢嘴硬！谢真意识到了男人眼底的杀气。我也讨厌太子和谢无双，他们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王爷与其杀了我，不如让我和王爷联手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和本王联手？你是谁？这就是你的王妃。回母后，她正是。叶儿，你好大的胆子！好大的胆子！南宫烨娶她不是被迫吗？怎么皇后还对南宫烨这么凶？你可知罪？儿臣不知何错。本宫没记错的话，本宫赐婚的是谢无双，你为何娶了谢真？谢真痴傻错入王府，你也痴傻了，为何不禀报到宫里来？听听，这是亲娘说的话吗？谢真现在真的十分同情南宫烨了。错的是太子和谢无双，为了羞辱南宫烨把他塞过去。皇后为了偏袒太子，还说是南宫烨错了，这是什么和什么？你这些年愈发的胆大包天了，竟敢藐视本宫的懿旨！皇后娘娘，这实在和王爷无关，这都是臣女和妹妹的错。太子强行把人送到王府去，这瞒不过宫里人。皇后必须给太上皇一个交代。太子是做错了，可太子是他的肉，他怎么舍得惩罚太子？惩罚南宫烨也是不行。那么许皇后冷冽的目光落在了谢真的脸上。谢真德行无状，婚礼作废，赐死。赐死一个谢真，平息了太上皇的怒火，这是最值得的。至于南宫烨，反正他也看不上一个傻子，不是吗？所以死一个傻子，他应该也不会在意。轰隆，谢真呆了，怎么就要赐死一个傻子？好啊，谢真终于要死了，还是被皇后赐死。再也没有人可以和他作对了。燕儿，你对本宫的决定可有异议？谢真看着男人的身影，内心深处满是紧张和忐忑。这一刻，他居然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南宫烨的身上。这里的人都盼着他死，南宫烨他要是也这么想，他就真的难逃一死了。儿臣。南宫烨感受到某人热切的注视，并不看他，拉长的声音，谢真的心也跟着提了起来。南宫烨，救命啊！我想活着，我不想死，一点都不想。母后，儿臣不能答应，谢真也是儿臣的人。众人差点惊掉了下巴，鬼王居然这么堕落了，连一个痴傻的女人都下得去手。你要违抗本宫的懿旨？不敢，只是儿臣觉得谢真已经是本王的人了，就算是个傻子，生是本王的人，死也是本王的鬼。谢真死死地咬着嘴唇，心颤抖不已。这男人就那么小气吗？他以为他听不出来吗？他在警告他，借许皇后的手来打压他，让他明白自己的处境和身份。而且似乎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他变成鬼，他也不会放过。有必要吗？什么深仇大恨呢？至于吗？好，既然你执意要这个傻子做你的王妃，那本宫就应允你。你们若是两情相悦，本宫也做不出棒打鸳鸯那样的事。啊，就这么放过他们了？就这么结束了？谢无双一脸的不可置信，连装哭都忘记了。谢真这贱人怎么能又逃过一劫了？老天爷都在帮谢真吗？好了，事已至此，便将错就错吧。叶儿，你身体不好，还跪着做什么？快起来吧。儿臣多谢母后。听管家说你的旧疾又复发了，本宫看着你很是心疼啊。王爷好不容易入宫一次，你去把本宫让人熬好的补药端过来，给王爷补补身体。母后，那个傻子他……太子，你愈发的不成体统了。你是没听到本宫说的话吗？将错就错，而且谢真是你皇兄的王妃，那便是你的皇嫂，不可无礼。南宫珉那张脸色冰冷的发青，他堂堂太子要叫一个傻子做皇嫂，这个丑八怪凭什么？你和谢无双的婚事，本宫也允了，只给你为侧妃，如何？儿臣的……南宫珉一时间都激动的说不出话了，谢无双更是高兴的差点跳起来。好了，下去吧。你皇兄许久未曾进宫了，本宫要和他好好说说话。南宫珉和谢无双欢天喜地的谢恩退下，谢无双经过跪在地上的谢真身边，故意踩了一脚谢真的裙摆。
谢真，你等着，我迟早有一天要扒了你的皮。谢真装傻让他吃狗粪，这笔账他记着。王爷，请喝药。他没有去接这碗药。怎么不喝呀？这补药对你的身体有帮助，母后希望你身体康健。喝，既是母后费心让人熬的汤药，自是要喝的。就在南宫印刚刚接过碗要喝的时候，叮叮叮，他脑子里又开始响起刺耳的声音，扎得他头痛欲裂的。在他痛苦的时候，脑中的芯片又出现了一些救治人用的伤药米。为什么南宫印一接过碗就有这些药准备出库？难道是这碗汤药有问题吗？皇后给南宫印喝的汤药有毒？南宫印是皇后的亲儿子，有必要给自己的儿子下毒吗？这太让人震惊了。事情紧急，既然识别到了危险，谢真也不能袖手旁观。大哥哥，我要喝糖水，好渴好渴。谢真说完就伸手夺走了南宫印手里的碗，他不顾众人异样的眼光，咕噜咕噜的喝了个干净。住！他开口阻拦，但是已经晚了。大哥哥，我肚肚疼，我是不是吃坏肚子了？他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不敢说是皇后的汤药有问题，否则他今天是真的走不出皇宫的。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痛得他意识模糊不清，眼前南宫印的脸都变成了好几张。疼，好疼！谢真真的没装，早知道就不喝了。他怎么那么笨？南宫印反手接住了摇摇欲坠的谢真，他的内心同样是震惊的。这个女人不傻，是在装傻。她为什么要跑来喝汤药？她是不是知道什么？可这么隐秘的事情，连皇爷爷都不知道，她怎么能知道汤药不对？而且，她为什么明知道汤药有问题的情况下，还要来喝？为了帮我？哼，她简直是愚蠢。王妃吃傻，吃坏了肚子，唯恐在母后面前失仪，儿臣现在带她回王府。许皇后心里微乱，但面容平静。好，你带王妃回去吧，一定要好好的照顾王妃，怎么也是谢家的千金。这傻子，坏了他的事。南宫印，救命！他痛得伸手攥他的衣衫，他真的不知道会这么疼。他也不管这人是嗜血的阎罗了，一个劲儿的去往他怀里钻，双手都死死的抱住他的脖子，整个人都贴在他的身上。回到王府，他已经痛得昏迷。南宫印坐在他的身边，疑惑地望着他自他衣衫里掏出来的这些东西。这些小瓶子是装什么的？他藏这么多东西在身上，莫非是药？这个女人昨晚在冷泉医治我，到底是误打误撞，还是她真会医术？王爷，需要请东方先生来给王妃看看吗？你以为东方静很闲？管家顿时闭嘴，又道：王爷，这是老奴找来的丫鬟，让她伺候王妃娘娘吧。去给她喂粥。找大夫给谢真看病是不需要的，这些药他都不知道喝了多少年了，这一次的药也不会让人丢掉性命的，顶多是让身体变弱。谢真艰难地睁开眼睛，他伸手在自己的胸口摸索，什么都没有，空的，这里什么都没有。可他脑子里的芯片明明显示的是出库成功，药呢？他的药已经出库了，那去哪里了？怎么会不见的？大夫，给我请个大夫来！哎呀，王爷说了，你不……突然间，红衣震惊地瞪大眼睛。一个傻子说话能这么利索？傻子都知道喊人请大夫吗？红衣觉得自己听错了。嗨，傻子就是傻子，怎么可能呢？他懒得看谢真，直接就走出了房间，把门砰的一声关上。请大……走了？这个人就这么走了？一个大夫都不给他请？唉，求人不如求己，他必须要自救。他的身体已经痛成了一滩烂泥，但他还是强行集中意识。药，我要药！药快出现！你要什么？突然之间，紧闭的房门从外面被推开，来人恰好就听到了他这句话。谢真双腿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艰难地看向门口。南宫印，我的东西呢？他也不清楚，那些钥匙根本就没有出库，还是或者被这个男人拿走了。你说什么东西？我……你在找这个？谢真一看过去，顿时狂喜。是的，这就是出库的药啊！古代哪里有这玩意儿？这是你的东西？这不是废话吗？你从我身上拿走的，你说这是不是我的东西？这是药。谢真忍痛点头，他都想伸手去抢了，但他不是南宫印的对手。你很想要？
给我。是你的东西，本王自然会给你。现在本王给你一个机会，本王有些疑惑要你解答。谢珍难受的不想说话，挥手示意他快问。你会医术？算是。这药是从哪里来的？我自己炼制的。谢珍扯谎，下一瞬，南宫印又抛出了一个更大的坑。你会医术？本王所知，你流落在江州的青山村，天生痴傻。你的医术又是和谁学的？还是你根本就不是谢珍？那你是谁？他动了动染血的嘴唇，正要说话，因为身体已经支撑到了极限，双脚一软，眼前一黑，轰的一声，谢珍倒在了地上。东方镜，出来！王爷，你也太狠心了，竟然把人给吓晕了。把他弄到床上去。你怎么不去啊？你还想要这些药做研究吗？啊，我去。这药瓶里的东西他太感兴趣了。谢珍说这是药，但怎么会有成分这么奇怪的药？谢珍一个农家女，居然会有这么高超的医术。怎么样，要我给他开点药吗？这些是他的药，既然要试试他的医术，把这些药给他喝下去。看他刚才那么紧张的模样，应该是这些药可以解他体内的毒。可我们不知道怎么个服法呀。不是我们，是你不知道，这是你该考虑的事情。你有点过分了啊！东方镜的脸色直接就变得难看。他一个人的事情，本王把人交给你了。话落，他转身离去。东方镜捶胸顿足的，脸都皱成了一团。哎呦，这叫什么事儿啊！过分！红衣，哎呀，小傻子，你喊什么喊？喊魂啊！红衣一脸的不耐烦。谢珍懒得和他计较，去找王爷过来，我有要事和王爷商谈。红衣这下终于确定自己没产生幻觉了，他惊愕不已。你不傻？那天他也没听错，这人根本就不是一个傻子。七星王爷，我不希望再重复。这个红衣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说是来照顾他，但一天比他这个躺在床上的人还要大爷一点，这是来做主子了。哼，王妃，您就不要为难奴婢了。奴婢只是奴婢，奴婢怎么能知道王爷在哪里呢？王妃您身份尊贵，不如您自己去找。谢珍一口气没上来，他病成这个样子，还能自己去找南宫夜？王妃，奴婢找不到王爷，你也就不要再折腾了。站住！哎呀，你还想干什么？红衣根本就不怕他，他的主子瑶光夫人才是最受王爷宠爱的那一个。要知道，王爷为了他们夫人的安全着想，根本就不碰他。这样的独宠，这个要死的王妃比得过吗？你都知道我不傻了，谁给你的胆子这么和我说话？我……红衣刚才还很嚣张，现在突然就结巴了。现在去请王爷，否则我不介意拉着你到王爷面前，看看他是处置你这个丫鬟，还是处置我这个活不久的短命鬼王妃。我和王爷的婚礼是连宫里的皇后娘娘都承认的，你说我不配，你是不是在质疑皇后娘娘？瑶光夫人再如何受宠，可王妃的上头还有皇后压着。王妃，我现在就去请王爷。王爷，王妃要见你。什么事？说是为了回门的事情，王妃要回门。回门？他的事情调查的怎么样？殷一信上说，王妃在青山村时实实在在的是个傻子。真傻？是。南宫夜没有说话，沉默着，周舍的气息却愈发的低压可怕。试问，一个痴傻了这么多年的人，突然不傻了，而且还会一手医术，那么这个人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吗？这个谢珍是何许人也？去告诉他，本王陪他一起回门，顺便本王再准备一个新礼物给他。清风都懵了，王爷不仅不怀疑，还要陪着一起回门，这王妃的要求，王爷是有求必应啊！鬼王来了，鬼王啊！哎，他们为什么叫你鬼王啊？不就是毁容了，丑了一点，怎么就是鬼王了？难道你的脸这么好吗？话一出口，他就发现自己问的是废话。要是脸治得好，那么也不必成日戴着面具。你要是不想死，你就给本王闭嘴！瞧瞧，这男人太暴虐了，他惹不起。叫什么鬼王？应该叫暴躁王。下官参见王爷。谢将军不必多礼，你是王妃的爹，自然也是本王的岳父大人。岳父？他没有感受到南宫印半点的尊敬，心底发毛的厉害。大哥哥，我要去找姐姐。姐姐上次请我吃糕点，好好吃。姐姐。看到谢无双的身影，他故作痴傻，蹦蹦跳跳的跑过去。你放……话还没说完，谢无双突觉得膝盖狠狠的一麻，人也不受控制的倒了下去。姐姐，你怎么给我下跪啊？是不是太想我了？
谢珍装作无辜，悄悄把手里的麻药枪藏了起来。嘿嘿，姐姐，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想我了。嘿嘿，我也好想姐姐。谢无双的手指被踩得疼痛无比，一张脸阴沉又憋屈。是啊，我想妹妹。众目睽睽之下，谢无双不能骂他，只能顺着他的话说下去。姐姐，你快起来吧，我要带大哥哥去吃糕点了。谢珍又去找南宫印，两人一起进入将军府的大门。你还站着干什么？快扶起来啊！好一个谢珍，竟敢害他！等着！将军府大厅，南宫印坐在主位上，别人没看到，他却是看得清楚。他又拿出了那碗在冷泉的武器，就连他在那种之下都撑不了多久，更别说谢无双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谢珍身上的谜点太多了。若是那么厉害的武器到了军营里，那么大周的军队还会怕虎狼之师的北漠铁骑吗？珍珍，你和我来，我有话和你说。一出了大厅，方才还勉强带着笑容的谢夫人脸色陡然就阴沉。来人，把他给本夫人绑起来。是，周围的家丁已经包围了过来。娘，你放心，今天娘会为你讨一个公道。就算她是王妃了，我还是她娘，照样教训她。你是我捧在手掌心养大的女儿，谁都不能欺负你。这些话听得谢珍不由自主的要落泪，难过，心里很难过，但她知道那不是属于她的情绪。哼，拿开你们的脏手，敢绑我，我可是七王爷的王妃，你们不要狗命啊！这下人没想到他还会反抗，被踹倒在地，抱着肚子嗷嗷直叫。啊，谢珍，刚才是这个傻子在说话，他是听错了吗？谢夫人一脸的愕然，这和才回府的那个傻子完全不同，判若两人。以前的谢珍只会傻笑流口水，怎么会这么精明锐利的眼神？妹妹，你终于露出了你的真面目，你装傻数次陷害我，你是这么恨我吗？你居然装傻陷害你姐姐，你其心可诛！谢夫人很快就回神，但是谢无双的话成功的把她带歪了。我就是装傻陷害她，你想怎么样？谢夫人，你不是那么维护她吗？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到底是怎么欺负她的。心中的怒火在一波一波的燃烧，她很想为原主报仇。谢珍，既然这娘不稀罕你，你也不要她了，好不好？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把人给我绑了！是王妃又如何？本夫人只是教训自己的女儿，本夫人这个权利还是有的。谢夫人太心疼谢无双，这个时候又相信谢珍是在装傻，她真的以为谢无双被欺负了，所以已经被气昏了头。下人又去抓谢珍，谢珍可不是以前那个傻子，她灵活地绕到谢无双的身后。痛！谢无双痛得仰头，一张脸都狰狞。偏偏这时候腿的麻药还没过去，软绵绵的。谢珍，畜生，你给我放手，放开你姐姐！谢夫人瞬间暴怒，回应谢夫人的是啪的一声。谢珍狠狠地给了谢无双一耳光。你都说我是畜生了，我要是不做一点畜生的事，哼，岂不是对不起你的称呼？啪，又是一巴掌打在了谢无双另外一边脸上。我即将就要成为太子的人，你敢打我？哼，你倒是提醒我了，你和太子做的好事。你说我要是划花了你这张脸，太子还有没有兴趣让你做他的侧妃？谢无双害死真正的谢珍，居然可以嫁给太子做侧妃。你敢？我怎么不敢？反正我也活不过3个月，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拖着你垫背有什么不可以？谢珍，你给我住手！你要是敢毁无双的脸，我就打断你的双手！亲，这是亲娘说的话吗？她就算再没脑子，也不可能现在伤害谢无双，不过是吓唬他们的。她要为谢珍报仇，第一件事情就是拉谢无双下马。哎呀，我这个人呢，最怕别人吓唬了。谢无双痛得大声尖叫。谢珍，我杀了你！谢夫人一张脸都憋得铁青，望着受伤的谢无双是那么的心疼。谢珍看在眼里，内心某个地方酸涩不已。她摇头，逼退不该有的情绪。身体会有这样的反应，一定是原主残留的思想。她太想拥有一个娘了，她太想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谢家人给她的是什么？嫌弃她，冷待她，还纵容一个养女欺负她，把她送到了七王府去。放心，我也不打算把她怎么样。我今天只是要和你们做个了断。我谢珍割发代首，和你们谢家脱离关系。从此以后，
小归小，路归路，我们再无关系。谢夫人，我不再是你的女儿，以后见到本王妃，还请不要忘记了君臣之礼，否则本王妃是不会念旧情的。谢夫人差点被这句话呕出血来。君臣之礼，一个她素来就看不上的傻子，怎么能有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怎么可能是谢珍？怎么可能是我的女儿？但谢珍确实是他的女儿。宝月阁的动静闹得太大了，闹到了大厅里去。谢将军听说谢珍不傻了，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南宫印却挑眉，照他看，这个女人拉着他回门，不过是要狐假虎威。大小姐，老夫人请您过去一见。这下人听说了谢珍已经不傻了，而且还成了王妃。以前看不起这个傻子，现在别提有多尊敬。老夫人，要说这谢家人都不是好东西，但老夫人却是例外的。老夫人是他的亲祖母，也是这谢家唯一对他好的一个存在。王爷，我去就回。他说完就走。南宫印坐在椅子上，神色淡淡。他答应他走了吗？这个女人倒是胆子大。你去跟着王妃。哦，属下这就去。清风自然是明白他的用意。小混蛋呐，过来！老夫人。啪！老夫人一巴掌拍在他的手上，这一巴掌力气很大，谢珍的手都被打红了。还叫老夫人？老身就当不起你的一声祖母吗？老夫人，我已经和……那些都不作数，你去传老身的命令，让大房来梧桐院跪着。若是不跪，老身就一纸休书送他回去。老夫人，您不是开玩笑的吧？你看老身像是开玩笑吗？尽管传话去。老夫人，你该不会要为他求情吧？老身看他真的是病得不轻啊，被一个蠢东西玩弄在手里。蠢？谢无双是要成为太子侧妃的，老夫人这么骂人好吗？你觉得他不是蠢东西？在老夫人眼里，谢无双一个侧妃根本就不够看的，不过是狐媚东西而已。一个侧妃不过是妾，能上台面吗？而且谢家保卫边疆这么多年，手里的谢家军早就成了文帝的眼中钉、肉中刺。这群没眼力劲儿的东西，还一个劲儿的往皇族里凑，这不是把谢家往死里整吗？娘，您竟然要为了一个谢珍让我罚跪，还要羞辱我！我可是谢家主母啊！你掌管谢家，你却有眼无珠，你难道不该被罚？你今天若是不给老身跪下，那你就等着接休书。谢珍，你好黑的心肠，连你娘亲的状都要告。谢夫人扭头就把怒火发泄在了看戏的谢珍身上。你是我的女儿，你心思恶毒，谋害长姐，我教训你有什么不妥？你跑来老夫人这里颠倒是非，这是谁教你的？谢夫人一口气就把大锅背在了谢珍的身上，眼神恨不得把谢珍吃了。可明明谢珍是她身上掉下去的肉，这模样像是谢珍是她的仇人。你闭嘴！果然是个没脑子的，谢家在他的手里迟早是要败的。长姐，我们谢家长房只有谢珍一位嫡女，我看你是昏头了，被人哄得团团转。娘，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无双虽然不是我亲生，但我也宠爱了这么多年，在我心里，她就是我的亲生女儿啊！你……老夫人！老夫人这么一晕，顿时梧桐院里就乱作一团。此时，她脑海里的芯片已经叮叮叮的叫个不停。芯片觉察到了老夫人的病情，所以会自动出药。但是现在这里这么多人，怎么能出药呢？那不是会成为一件很诡异的事情？谢夫人一把拽住他的手臂，将他扯出了门外，扬起手就要扇他一巴掌。你还敢躲？我为什么不躲？难不成要站着让你打？你当我蠢？放手！屋子里的老夫人危在旦夕，急需他的药。他不能和谢夫人耽搁时间，这可是一条人命啊！谢夫人怎么肯放手？我还真是小看你了啊，连装傻你都会。不仅在你祖母面前编排我，还害得你祖母被气得昏厥。老夫人是因为什么昏迷？你心里不明白吗？你现在马上放开我，让我进去看看老夫人，否则老夫人有什么三长两短，后果自负。太子到！一声高呼过后，院子里的人连忙跪了下去，只有谢珍一个人杵在那里。他才来古代，还不习惯这动不动就下跪的规矩。大胆，见到太子还不下跪行礼，该当何罪？
姐姐，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啊！就算你是王妃，你是殿下的皇嫂，你怎么能蔑视太子殿下呢？哼，皇嫂，你怎么和南宫义那个丑八怪废物一样异想天开呢？你配吗？他可是你的兄长，太子殿下就是这么形容他的。兄长，那不过就是一个废物，一个连鬼都害怕的丑八怪，有什么资格做本宫的兄长？还有你以为你不傻，嫁给了那个丑八怪，有他给你撑腰了，你就敢伤害双儿？谁给你的狗胆？这人嘴巴怎么就这么贱？虽然长得还不错，但是白瞎了那一张脸。此时此刻很同情南宫印了，为救皇后而毁容，如今皇后不待见，就连自己的亲弟弟也在外人面前肆意的辱骂。这就是皇家，这就是所谓的手足之情。太子殿下，我家王爷就算是毁容了，容貌丑陋又如何？在我心里，他一点都不丑。再说了，他曾经战功赫赫，即便是现在，也不是别人能够比拟的。哼，相反，有些人即便是没有毁容，但这些人的心里恶毒又丑陋，连至亲手足都容不下去，连畜生都不如。畜生！哼，太子殿下，你说是不是？谢珍，你敢骂本宫？太子殿下，本王妃怎么敢骂你呢？本王妃只是在打个比喻而已。哎呀，为什么您要对号入座呢？哦，难不成太子殿下您觉得自己是那种畜生不如的人？谢珍，你的嘴既然这么不会说话，那就别要了，给本宫长嘴，狠狠地打烂他的嘴。太子殿下，您这好没道理。本王妃没有指名道姓的骂您，倒是您三番四次辱我夫君，当我谢珍是死的吗？太子要长我的嘴，好啊，那本王妃现在就入宫，去向父皇和母后说说理去。来人，把他给本宫捉住！你这么为那个废物出头，不信你看看，本宫今天让人打烂你的嘴巴，那个废物敢不敢为你出头？本宫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后悔。抓住他！拿开你们的爪子，敢碰本王妃！你要是怕了，你就大喊3声南宫印是丑八怪，是废物，再给本宫磕几个响头，本宫今天就放过你。不可能！拿下他，掌嘴，狠狠地掌，顺便再把那个废物请来看戏，本宫就是要打他的王妃，看他怎么样。说着，护卫就要抓住谢珍，扬起手就要打他的脸。眼看着那一巴掌就要落在他脸上，一股强风劲道猛烈袭来。树叶像利刃，把护卫的手掌扎了个对穿。清风砍了他的手。护卫的惨叫声连天，抱着那一只流血的残臂鬼哭狼嚎。南宫印！南宫敏气的脸都变形了。又是这一瞬，又一片树叶带着强劲的锋利射向南宫敏的脑门。南宫敏脸色大变，立马闪身躲避。好险，要不是那树叶和他擦肩而过，只怕已经钉穿他的脑门了。谁要掌本王王妃的嘴啊？南宫印，你竟敢刺杀本宫，你好大的胆子！一时间手滑，让太子殿下受惊了。你别以为本宫不知道，你就是妒忌本宫。本宫这怎么不继续说了？南宫敏神色一惊，瞬间收敛了神色。他不该这么暴躁易怒的。这个废物反正也不受母后的宠爱，他差点就坏了母后的大事了。母后说了，一旦他登上帝位，这个废物就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母后还是最疼他的，这个废物拿什么和他比？还不进去？谢珍突然没反应过来，这人的态度怎么就和早上不一样了？进去看你祖母，她不是危在旦夕吗？我这就去。谢珍拔腿就往里跑，才跑了几步，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立在阳光下的南宫印，金色的光芒从树叶的缝隙间过滤到他的黑衣上，光影辗转流离，在他的身上跳动。那一瞬间，他突然觉得他身上有了温度，不是往日那个死气沉沉、阴冷暴虐的南宫印。你进去干什么？你又不会医术，你不要在里面添乱，让开！你要是想让祖母活着，你就让开。清风，把不相干的人都给本王丢出去。谢夫人想反驳南宫印，嘴唇动了动，一个字都没能挤出来。南宫印就是京城里的一尊活阎罗，谁敢开口呢？王爷，说，我没有出来之前，请王爷不要让任何人进来。任何人？本王给你一盏茶的时间。现在他基本上可以肯定，这个谢珍肯定不是原来的谢珍，他是会医术的。他现在不要任何人进去，应该是要救老夫人。但为什么见不得人，不允许其他人在场？昏迷的老夫人死气沉沉地躺在床榻上，不妙，大大的不妙。
谢珍集中意念，控制脑海里的芯片。药啊，快点出来啊！他只是外科医生，并不能判断老夫人到底是得的什么病，只能根据芯片出库的药来给她治疗。几秒钟过后，药出现。从芯片给的药来看，他判断老夫人应该是心肺功能的问题，他才把药给老夫人注射了。门外又响起了谢将军焦急的声音：“谢珍，你给我出来，让大夫进去。”谢珍会什么医术，在里面耽搁这么久，不是要害死人吗？谢将军，一盏茶的时间还没有到，任何人都不能进去打扰王妃。王爷，你就那么相信他吗？他是在里面瞎折腾，他根本就不会医术，你让他继续在里面，那就是在草菅人命。本王站在这里，本王便是信他。话音落下的一瞬间，谢珍也在这个时候从门里拉开了房门。孽障！要是你祖母因为你而耽搁了病情，你10条命也不够赔的，我必定要亲手打死你！他这么一拉一拽，谢珍吃痛不已，整个人都觉得手臂像是要断掉了。本就头昏眼花，再被这么一甩，脚下一个趔趄，就那么撞上了冰冷的木门。他绝望地闭上眼睛，心想撞到门上一定很疼。然而在这天荒地乱里，他想象之中的疼痛没有来临。在慌乱之间，他落入了一个冰冷的怀抱里。他下意识地屏住呼吸，颤巍巍地睁开眼。他的心跳顿了一下，他怎么都没想到南宫印居然会出手拉住他，他之前可是差点杀了他的，现在怎么就变了呢？大夫，快里面请，看看老夫人。里面如何？没有性命之忧。谢珍伸手按了按自己的胸口，心跳太快了，他该不是得病了吧？大夫，您不要一直不说话呀，您倒是说说老夫人怎么样了？看大夫一会儿叹气，一会儿惊喜，心就狂跳不已。他担心老夫人的身体是有什么重症。谢珍，老夫不会放过你。谢将军，老夫人的情况已经好转，之前的救急也缓解了一下，并没生命危险。哦，那就好。谢将军陡然松了一口气，没事就好。谢夫人倒是很遗憾，居然还死不了。不过，大夫您有话尽管直说。不知道刚才是哪位神医为老夫人及时诊治了，老朽想和他交流交流。神医？一听到大夫这么说，在场的人都瞪大了眼睛，纷纷看向了院子里的谢珍。神医？刚才进去给老夫人看病的人可不就是他吗？怎么就是神医了？谢珍可是一个傻子，就算现在不傻了，以前可是傻子。不过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谢珍出身青山村那种山沟沟里，怎么会是神医呢？老朽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和那位神医交流一下医术。老夫人的救急，老朽只能施针缓解。不知道这位神医是用的什么办法，让病情快速的稳定下来的。大夫，您会不会是看错了？或许是老夫人身体底子好，所以这一次才化险为夷。谢夫人就是不想承认谢珍的优秀。医术，谢珍就是土包子。谢珍要是太出色，那她的无双怎么办？岂不是会被谢珍压了光芒？这不是他想看到的事儿，绝对不想。夫人，您说错了。这一次老夫人的病情，若是没有那位神医在老朽来之前救治，只怕老夫人已经凶多吉少了。这么严重？这孽障，难道真的会医术？这怎么可能呢？派人去接回谢珍的时候，这个人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子，怎么就会了医术呢？将军，那位神医在哪里？兴许老夫人的救急只有那位神医能够根治啊！这又是一个重磅炸弹，炸得谢将军魂飞魄散。根治？不瞒大夫您说，是我。大夫，在您来之前被祖母诊治的人是我。这一下轮到那白胡子大夫吃惊了。竟然是你，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娃娃，这太不可思议了。的确是我。女娃娃，不知道你的医术是跟谁学习的？大夫，不是我不想说，而是我师父不许我在外说出他的名字，否则就会将我逐出师门。我不能说。谢珍给自己想了一个师傅，他要是有一个医术高超的师傅，那么他的傻病痊愈又会医术，这一切就不难解释了。那真的是太可惜了。师傅，这个女人怕不是胡诌的吧？燕姨都把她过去的事情调查得清清楚楚了，怎么会不知道她有一个师傅？她根本就没师傅，又是在胡诌。看什么？他总觉得这男人把他看得透透的，但他不信他已经知道他的来历了。穿越这种事情，谁会信呢？既然王妃医术超群，老朽也不便在王妃面前班门弄斧。将军日后都可以直接请王妃看诊。你也听到大夫说的话了？什么意思？
这人对自己的女儿太冷淡了，不过他也不稀罕。你祖母的身体不好，既然大夫说了你可以医治，这段时间你每天过来给你祖母看病。不过你给我听清楚了，要是你祖母有任何的不测，这笔账我都会算到你的头上，听到没有？谢将军，你这是和本王妃说话的语气吗？你忘记了君臣之道吗？本王妃是君，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命令本王妃如何做事了？你这是和你父亲说话的态度吗？你别忘了，你身上还流着谢家的血，你以为你说脱离关系就脱离关系吗？哦，那夫人还记得一句话吗？在家从父，出嫁从夫。我现在已经出嫁了，我夫君是王爷，我也不是谢家的人了。夫人这么多的女则、女戒、女德，是不是都白看了？夫君，谢珍为了刺激一下他们，故意甜甜的冲南宫一笑。谢谢你宠爱我，今天一大早就送我回门。哎，忙到现在，肚子好饿啊，我们回家去。回家，一刹那，如钢铁般坚硬寒冷的内心被回家这2个字狠狠地撞了一下。皇族之人也有家吗？怎么可能呢？七王府不是他的家，不过是一座御赐的牢笼。你确定你要回荒岳？王爷，我这个人喜欢清静，清静一点好。本王看你是在躲着本王，是你想要躲远一点吧？哪能啊！我这么崇拜王爷，怎么会巴不得走得越远越好？您真的误会我了。那你就回去吧，再过几天是太后的寿宴，你作为本王的王妃，到时候你也会出席。我也去。他真的不想去皇宫了，上一次差点被皇后吓死了，谁知道这一次去宫里还会不会遇见什么事情？我可以不去吗？你觉得呢？他苦着一张脸，怕是不能不去的。谢珍才回到院子里，还没有来得及歇口气。瑶光夫人，那个传说中的王府里的唯一的一个女人，瑶光夫人第一个进府，却完好无事的活到了现在。他对这个女人倒是很好奇，只是这个时候来的女人，只怕是来者不善呢。她是什么来历？瑶光夫人是太上皇身边的大宫女。原来瑶光夫人在宫里是陪着南宫印一起长大的，所以十分的照顾南宫印。南宫印病重，是瑶光夫人自愿入府冲洗的，想必也是因为这份情谊，所以她才是府里活得最久的女人。王妃，妾身近来因为府中之事而耽搁了，今天才来拜见王妃，还请王妃不要怪罪妾身。她的话里带着愧疚和惶恐，但是眉宇之间却不见一丝的惧色。本王妃怎么会怪你呢？不过你若是觉得王府事都忙不过来，本王妃可以告诉王爷另请高明。王府事再多，妾身也是愿意为王爷分忧的。言下之意，你一个王妃连主事的资格都没有。那不好。要是你因为王府操劳而累坏了身体，那王爷会心疼的。妾身多谢王妃娘娘关怀，妾身的身体还算康健，所以还能多为王府操劳几年，这也是妾身的福气。那你就多操劳几年吧，毕竟也不是人人都能享福的，有些人天生就是劳碌命。这人以为他听不出来吗？他一来便是夹枪带棒的。瑶光夫人的脸色很快一变，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身子一软，跪跌在地上。谢珍懵逼，这就演上了。南宫印又不在这里，你这么演给谁看呢？王妃，妾身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您若是觉得妾身不配，那妾身现在便去求王爷，让王爷休妾身出府。等等，你越说越过分了啊！我什么时候觉得你不配了？这不是你自己觉得吗？你既然心里真的这么觉得，那留在王府里也该是很为难你的。我和王爷都心善，不想让人做一些为难的事情。这样，我现在就让人去请南宫印过来，你呢可以好好和他说个清楚。你真的以为你能得他的心吗？王妃，实话告诉你们，我和王爷才是最亲密的。他就算娶了你做王妃，但是这一辈子都不会爱上你，充其量也就算是个替代品。晶晶，这话也太伤人了。不过他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他并不喜欢南宫印，怎么会伤心呢？他和南宫印也根本就没有圆房，那不过是南宫印放出去的假消息。你真的这么觉得吗？瑶光夫人，你身为侍妾，你这么喜欢揣测王爷的心意，我到底是不是他？我的回答不准，不如我拉着你去王爷面前，亲自帮你问问。走，我们去问个清楚。你住手，放开我！走，你就不要废话了，问个清楚，你也睡得安心是不是？要把什么问清楚？你们这是干什么？没干什么，的确是没什么，只是瑶光夫人心中有疑惑，想要问王爷，但她又不好意思当着王爷您的面说。你住口！在南宫印面前，一向温柔体贴的瑶光夫人大惊失色。住口！住什么口？南宫印，他想问问你，我是不是在你心里连替代品都不如？哦，
不对，他想问问你，我是不是你的？我比不过他这个侍妾。众人听到这话，脸色都是一沉。这人岂止是医术非凡，就连嘴巴也是1等1的伶俐啊！他怎么就这么敢说？不要自己的面子了吗？王妃被一个妾室羞，那不是天大的羞辱吗？要是心理脆弱的人，指不定就一条白绫吊死自己了。敢，他太敢了。谢珍还真的敢说，他倒是没觉得有什么好丢人的。南宫夜移动了视线，看向大气都不敢出的瑶光夫人。你知道府里的规矩吗？瑶光夫人吓得双腿一软，她砰的一声跪在地上。王爷，妾身并没有这样说呀。王妃，妾身来拜见你，你为什么要羞辱妾身呢？这些话妾身说过吗？你为什么要诬陷妾身呢？如果王妃真的这么容不下妾身，妾身求王爷休了妾身吧，让妾身回到太上皇身边。妾身知道自己不配，能够留在王爷身边这么多年，妾身已经心满意足了。她哭得凄凄惨惨的，那张明艳的脸庞也失去了光芒。这活脱脱的，她就是一个苦主，而谢珍成了恶霸。承本王的命令，王妃禁足半个月。你要禁足我？谢珍差点气到脸变形。你有意见？啊，我当然有意见。你要是这么不相信我，大可以派你的人去调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偏信一个人的一面之词？你以前在军营里的时候，也是这么治兵御下的吗？闭嘴！瑶光是什么身份？你又是什么身份？你心里不清楚吗？禁足半个月，是给你的惩罚。南宫夜一锤定音，他决定的事情就没有人可以改变。荒院里，南宫印和东方印都进了院子里坐着。南宫印这个识人不清的渣男，他还想喝茶？没有茶，只有白开水，爱喝不喝？素心硬着头皮把白开水端上去，生怕自家暴虐的主子会一巴掌拍碎桌子。南宫印却一反常态的很淡定，气定神闲的。王妃娘娘，在下是来向你讨教医术的。医术？这个风流骚包的男人原来也会医术吗？东方，素心称呼这个男人叫做东方先生，那他就是南宫燕的大夫了。哎，真的是不公平啊！长得比一个女人都还要美，造孽呀！王妃能让在下把脉吗？你既然是来向我讨教医术，那把我的脉做什么？我的身体好着呢。他并不会中医，自然也怕这个男人看出什么。王妃想必还不知道，你在交房店里服下的药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虽然目前没有什么问题，但王爷担心王妃。王妃，你真的没有感受到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吗？当然没有不舒服了。怎么可能？皇后给他喝的汤药里放了美人面。给他把脉。我的身体有没有毛病，我比你们都清楚。不，你错了。你没听过一句话吗？医者不自医。他们为什么非要这么执着的给他把脉呢？是想探究出些什么？谢珍的反抗是没有用的。南宫夜，你……他想骂人，万一弱点被看出来了怎么办呢？东方静食指一动，一根银色的丝线横空飞出，轻轻地缠绕到了谢珍的手腕上。谢珍震惊，这就是传说中的悬丝诊脉。东方静的医术高超，很快就收回了丝线。你发出什么了？谢珍担心死了，生怕他们看出了什么。万一脑子里的芯片被悬丝诊脉诊出来了呢？那他不就是玩完了吗？王妃的身体很健康，不过就是有些虚弱，好生养着便是。就这些？谢珍瞪大眼，害他白白担心了好久。你还想怎么？没事，我就是说健康好啊，健康真好啊。废话，他都换了一个魂魄了，还能不健康吗？王妃，敢问您上次解毒的药是您研制出来的药吗？你问这个干什么？他顿时紧张，怎么扯到芯片出库的药上面去了？不知道你有药方子吗？药方我是有的，但是那些药也不是我研制的，是我师傅研制的，师门之宝，不能给任何人看。东方先生想必也知道的吧？开什么玩笑，这是现代的药，要是没有现代的专业器材，怎么能够提炼这些东西？王妃，如果您能找到您的师傅呢？好了，东方，随本王先回去。我什么？你在这里好好的反省，半个月之内不得出院。王爷，您不必如此灰心，也许王妃是湖州的，那些药她也能研制得出，只是掩人耳目罢了。那些药绝非凡品，谢珍吃了连毒素都可以清得干干净净，偏偏谢珍不给药方，还扯出了一个师傅来。他是不是掩人耳目又怎么样？他不给药，连药方也不告诉王爷，您的身体就……不必如此杞人忧天。关于解美人面的药方，本王会让他心甘情愿地拿出来。药方他有的是办法。
谢珍被禁足，但是老夫人却在病中，还需要她的药来治疗。小混蛋，过几天就是太后的寿宴，这府里都说你医术超群，你必须得让我站起来，我要走着进宫去给太后祝寿。祖母，你也要进宫？那是，哼，老身当年可就是跟着太后去征战。老夫人和太后乃是手帕之交，还有着战友情谊。祖母若相信我的医术，那我就可以做到。太后寿宴，你作为王妃也得出席。我去不了，南宫宴禁足我了。所谓何事啊？谢珍本是不想说的，心里实在是气得很，他就三言两语的说了和瑶光夫人的争执。这妮子居然敢欺负到我孙女头上了！他当初在战场上，别人可是叫他女魔头的。哎，算了，他把南宫宴当个宝和我争，我还不屑呢。而且我还巴不得不去宫里，那可不是人待的地方。哼，没出息！你是王妃，你怎么能不去呢？你现在代表的不是你一个人，而是谢家以及王府。你若是不去宫宴，去的人便是瑶光夫人，你岂不是告诉所有人，你这个王妃不受王爷待见？到时候是个人都会轻看你，你的处境啊，只会比现在更艰难呐。这孙女是个出色的，就是性子太率直了。不过想来装傻这么多年，只怕也不是简单的。太后的寿宴不能马虎，你想好送什么礼了吗？这不是南宫宴该思考的问题吗？我可是一穷二白的。小混蛋呐，你要想在王府里站稳脚跟，把瑶光压下去，那你就得讨太后的欢心。在王府里，你便什么都不怕了。谢珍明白得很，他也不傻的。他现在暂时是回不去现代的，他还要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既然这样，那为什么不为自己找个靠山？南宫宴门一推开，他看到里面的光景就直接愣住了。一个男人布满疤痕的后背就那么映入他的眼帘。谢珍，你好大的胆子！他没戴面具，也没戴人体面具，要是这个时候回头，他就会发现他的真面目。天还没黑，你怎么这么早就洗澡了？谁说一定要天黑才能洗澡？也是啊，你要是喜欢，什么时候都可以洗澡。你还不退出去？是要本王让清风把你丢出去？哎呀，我不是爱偷看你洗澡的，我没那个癖好，我只是想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可以好好的说话吗？我问完就走，不会耽误你泡澡的。谢珍，你这是在挑战本王的耐心。不是，我就是想问问你，太后的寿宴，我要是出席，我该准备什么礼物？反正脸皮都那么厚了，要是走了，说不定他就得不到答案呢。你便是问这个？是啊，不然你以为我要干什么？他就是为了礼物的事情来的，因为礼物才会撞破他洗澡，让他动怒生气。现在不得到个答案就走，他才不甘心呢。你用不着准备礼物，瑶光会打点好一切。你不喜欢入宫，本王也不会逼你。你这个问题是大可不必的。现在立刻出去。这个消息就像是一道惊雷，把谢珍劈得脑海一片空白。居然他就让瑶光夫人去了。瑶光之前在他面前故意算计的，该不会就是为了等这一天吧？喂，你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你让我去我就去，你说不去我就不去，我不是你的王妃啊。本王就是尊重你的意见，怎么你还有意见？这男人翻脸比翻书还快，看样子他想入宫抱皇太后大腿这条路是行不通了。他走后，清风才慌慌张张地跑进来。王爷，刚才王妃来过了。本王已经知道了，让你守个院子，你连一个女人都拦不住。本王看你是越回越回去了。王爷，属下知错了，以后一定会。去领柳叶鞭30鞭。清风心里直喊冤，他就是肚子不舒服去拉了一下而已，这个时候都没有人敢来王爷的院子的，怎么谢珍就闯进来了呢？谢珍果然是个克星啊。往常早膳已经摆在桌子上了，今天什么都没有。王妃，厨房的人说王爷下令不许给我们这里提供吃食，奴婢无能，没能领到早膳。这不关你的事，你快起来。虽然素心是南宫银派来监视他的人，但是素心这几天也算是尽职，他不会怪的。这个男人太小气了，他是什么地方惹到了他？不会就是因为看到他洗澡了，所以故意给他惩罚，不给他饭吃？古往今来，什么事情也比不上吃饭这事儿大呀。不就是不给吃食的吗？我就不相信了，我还能被饿死？谢珍照旧去给老夫人看了病，他本来想在老夫人那里蹭顿饭，结果这老夫人压根就没有要请他吃饭的意思。你来的这么晚，
想必已经是吃过早膳了吧？那我就不请你再吃了。于是那一桌子的早膳就被下人撤了下去。谢珍和素心在一边看得眼睛都直了，这不对劲儿啊，怎么和他预想中的不一样？不应该问他吃过了吗？他再说没吃，然后就有早饭吃了，怎么就撤了早饭了？这太让人生气了。谢珍饿着肚子给老夫人上了点滴，等了2个小时才输完液，走出将军府已经是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哎，老夫人，您是没看到小姐饿得有多惨，您怎么就不留她吃饭呢？你是老糊涂了。王爷见他的族不给饭吃，他这么傲着算什么呀？他多饿几顿就得回去和王爷说好话了。这夫妻2个人呢，就是床头打架床尾和，我劝他干什么？他趁早回去找王爷才是对的。哦，感情老夫人您是为了撮合王爷和小姐啊？这丫头心气儿高，不屑一顾，是得逼她一把。在王府里啊，就得王爷给她撑腰，否则她一个人的路太难走了一些。谢珍也万万想不到，老夫人看着她饿肚子，是为了让她回去向南宫印求和的。她要是知道了，说不定会被气饱了。谢珍和素心都没银子，连口水都喝不到。她出了将军府，直奔药铺而去。在那里卖药，必须得是药铺呀。王妃，您不是还在禁足里吗？现在不回去吗？回去干什么？回去饿肚子吗？你傻不傻啊？别这么多废话，等着。掌柜的，快带上大夫，跟我去韩王府。怎么的？是王妃的情况不好了吗？这一次不是王妃，而是世子爷。哎呦，那可怎么办呀？往日去王府问诊的大夫，今日恰好出诊去了。他去了哪儿啊？世子爷的情况不能拖延，必须要现在过去。王爷说了，世子爷有什么3长2短，济世堂的人小心肩膀上的人头。是，草民知道的。快去请大夫。哎，掌柜的，方才那王府的人请大夫过去是干什么病啊？你这小姑娘打听这些干什么？韩王府的事情不是你能掺和的，不看病就速速出去，不要耽搁我们济世堂做生意。掌柜的这样的态度在谢珍的掌握之中，他也不生气。掌柜的，济世堂是要做生意，而我也是来和济世堂做生意的。你这么急着赶我走，不怕错过这一笔生意吗？我的意思是，你若告诉我那世子爷是什么病，我想济世堂也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的，是吗？你能治病？你说说吧，是什么病？我应该能治。他的脑子里可是有着一张全能芯片呢，相当于现代的百度百科。现代的药户在脑海里，还有什么病是治不好的？不，除非是癌症什么的，那就真的只能等死了。哼，你撒谎也不打草稿的吗？连绝症都敢治，你可比我们济世堂几十岁的老大夫还敢说啊！别人做不到，不代表我就做不到。你告诉我世子爷是什么病，对你也没什么损失。相反，我的药方如果真对世子爷的病有所帮助，那么对济世堂不好吗？何必要一竿子打死呢？我想掌柜的也不能拒绝这样合作双赢的机会吧。好，我就告诉你，我倒是要看看你一个姑娘家有多少能耐。他笃定谢珍在吹牛。济世堂大夫都是行医几十年的大夫，他们都对世子爷的病束手无策，他难道还有办法了？世子爷所患的病乃是风疾，他和王妃所患的病相差无几。目前王妃已经半身不遂了，言语不清，王妃只能成天躺在床上。世子爷现在的情况要好一点，不过也日渐严重，经常剧烈头晕目眩，四肢颤抖，无法行走，更有甚者会突然昏厥，人事不知啊。风疾，他脑子里灵光一闪，他记得他看过一本书，风疾是一种很复杂的疾病，应该是具有遗传性的，否则世子爷不会这样。你们济世堂谁是管事的？我要和他面谈。他提到风疾的时候，脑子里的芯片出现了缓解风疾的药名，只是还没有出库。你们带这位姑娘去楼上，文房四宝伺候，我派人去请燕一先生。这张药方燕一看完之后，嘴角都抽了几抽。主子，这是王妃写出来的药方，让她上来。什么？你没听懂？属下这就去请王妃。有人在吗？进来。他推开门走进去，男人背对着他，留给他一个背影。莫名的，谢珍觉得这个人的感觉怎么有点熟悉呢？见鬼了！要不是知道南宫印在王府里，他都差点以为这个人是南宫印。看够了吗？那个不好意思啊。这药方是你开的？是我开的。你想和济世堂谈什么生意？是你这个刺客！这不是那天在冷泉里的重伤男人吗？那个刺客，要杀他灭口的刺客。谢珍瞬间就笑不出来了，他的手一颤，甚至想溜之大吉。这个男人可是危险人物。
他的点儿怎么那么背啊？这都能撞上刺客。你的记性不错。我不想我记性这么好的，我们能不能装作没有见过？没有见过？怎么能说没有见过呢？我分明记得我们还有什么账没算。哪里有什么账？没有，绝对没有的事。他居然这么记仇，他在冷泉不是也救了他吗？他现在还记着那一针麻药枪，这男人怎么都这么小气的？是吗？绝对是这样，所以我们没有见过。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他已经不去想什么谈合作的事情，这个时候还是狗命要紧。走了？你不是要同我谈生意吗？就这么走了？我忽然觉得我不适合谈生意。他说完就准备回头离开。站住！你不会是要杀人灭口吧？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知恩图报？我可是救过你的。你现在杀我灭口，那就是忘恩负义。忘恩负义不用我教你吧？谢珍看他丝毫不惧，他又搬出靠山。你杀了我对你没好处，就算我再不济，我也是七王府的王妃啊，是南宫燕的人。我要是真的死在你手里，你说你触怒了他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你吗？据我所知，南宫燕才不会在乎一个女人的死活。谁说的？你又不是王府的人，你知道什么？说的好像你就是南宫燕一样。突然他止住了声音，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看什么？南宫燕要是没有毁容，说不定比你好看呢。以后他会被狠狠地打脸，这人就是南宫燕本人，哪里还存在什么比他好看？给你一个机会，说出你的合作。谢珍终于放心了，原来他没打算杀人灭口，那可能刚才都是在吓唬他的。我可以为济世堂提供治愈各种疾病的亲情药方。你的要求是什么？我的要求很简单，你们济世堂用这张药方所医治的病人给的诊疗费，我要和你们55分。55分？哼，你好大的口气啊！你就出一张药方，就想所有的收益55分？你当你是什么？我们济世堂又是什么？要不是她是自己的王妃，南宫燕真的想把人丢出去。28？那不是把她当成劳动力压榨吗？28分不行，我最后的底线是46。37？ 46。37。除了我们济世堂，你的药方恐怕有些药材无人能找到。相信你也是看到了这一点，你才会选择来我们济世堂。若你还是不愿意，那可以带着你的药方回去了。好，我答应你。谢珍一咬牙答应了下来。他求的是长远的合作，和济世堂合作，以后的药方还有机会。你是不是带走了我的一样东西？什么东西？我怎么不知道？他今天出来得急，没带走那玉扳指，想来也是他的，除了他还会有谁？现在他才不会给他，留在手上就相当于留个把柄。你真的不知？真的不知道？还装？他带着他的玉扳指又想作什么妖？不等他说话，房间里突然响起了咕咕咕的声音。你……南宫燕听到了这肚子叫的声音，眉头一皱。你听错了。他能不能再丢人一点？肚子都叫到这里来了。不过是真的好饿啊。怎么？你肚子饿了？你没吃饭？谢珍实在是饿得慌了，她也不装了，伸手就拿一块糕点往嘴里塞。没吃饭，饿死了。你要是觉得我们合作达成了，你给我送点饭吃。你不是王府的王妃吗？怎么没饭吃？别提了，做王妃太惨了，连饭都吃不饱。我要是吃得饱饭，我就不会来这儿了。为了一个女人，南宫燕连饭都不让我吃饱。话音一落，他定在他脸上的眸光倏地变得复杂。他什么时候不让他吃饭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他可没下这样的命令。看来王府里有人的手伸得太长了。谢珍和济世堂的合作达成，不过南宫燕没有贸然让他去为韩王府的人诊病。那风疾已是绝症，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他不会允许谢珍去趟这趟浑水。啊！南宫宝好歹是你的堂哥，你就这么拿他试毒？什么叫做试毒？与其一天天的衰败下去，等着像王妃一样中风瘫痪，还不如搏着最后一把。王爷，你变了，你现在太相信谢珍了，所以才敢去造这份药。不是相信，而是本王要求证。想要求证的最好办法，那就是去做。只有做了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一直猜测又有何用？那我先下去督促他们制药了。去问一下厨房，最近是不是没给荒院送饭？清风的脚步顿住，王爷都管这种闲事儿了。是。他说他连饭都不让他吃，这个事情他得调查一下。不为别的，他没做这样的事情，总不能背锅吧？谢珍，本王想到了你要送给太后的礼物，写字吧。太后今年60大寿，你便写60种字迹不同的寿字。谢珍差点昏过去，他听到了什么？写字？他的字根本就拿不出手，这要是拿到太后面前去了，
怕太后说不定都不用过寿了，今年就是终结了。南宫印，我不会写字，你还要我写寿字去贺寿，这不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吗？你不会写字？你可是将军府的大小姐，不会写字？你当我骗你？哎呀，我真的没有骗你，我不会写字，我以前可是傻的。是啊，你以前是傻的。一个傻的怎么突然就不傻了，还医术绝佳？术士说他一直在装傻，那他既然聪明，怎么不会写字呢？这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吗？谢真，你以前装傻，现在没必要藏拙了。所以你以为本王会相信你的话吗？你在青山村的家里有一兄长顾怀生，顾怀生可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书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你有一个这样的哥哥，你告诉本王你不会写字，还是说你要告诉本王，顾怀生莫非舍不得教你写字？我都说了，我以前是个傻子，我哥哥就是再厉害，也不可能教得会一个傻子写字啊。既然你一直痴傻，那你的医术是何时学会的？谢真的身子猛然僵住，不对，他怎么回答都不对，他的问话本身就是试探，他在怀疑他的身份。所以本王相信你一定会写字的，顾怀生的妹妹总不会差到哪里去。你若是真的不会，本王亲自教你写字。丑八怪，你来宫里干什么？出宫去，赶紧给本王出宫去！你知不知道，你这么丑，在宫里会吓死人的。小胖子，你骂谁丑八怪？你是什么东西啊？你居然敢骂本王是小胖子！这里谁最胖谁就是小胖子，还需要问吗？哎，你好大的胆子！你敢骂我，我现在就去找父皇，让他打你的板子。你去啊，只有没本事的人才会找大人告状。你不是自称本王吗？怎么，你说不过本王妃就去告状了？哼，那你可真的不如本王妃的夫君。那小胖子气得面红脖子粗，他吓唬不过谢真，就扭头又丢南宫印石子。丑八怪，这是你媳妇儿，你媳妇儿和你一样可恶，你还敢来宫里？快滚出去！可见小胖子平日里是欺负惯了南宫印的。小胖子，你还敢口出狂言？这是你六哥，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尊重吗？啊！放手啊！你这个死女人，你快放开我！大胆，还不快放开石皇子！这么闹了好一会儿，石皇子的工人总算是找来了。一看这小祖宗居然被一个女人揪着耳朵，瞬间吓得魂飞魄散。石皇子，要我放过你也可以，你现在立刻去向你六哥道歉，听到没有？什么六哥？那分明就是一个丑八怪！疼！道歉！石皇子眼见挣脱不了，就开始大吼大哭。刺客，抓刺客！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不向你六哥道歉，就是天王老子来了都没用。话音一落，一直旁观的南宫印也看了过来。他一向是不在乎这些闲言碎语的。丢石子，这个小胖子曾经还做过更过分的事情，他还不至于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计较。那些话听多了也就习惯了，他已经麻木了。只是看着他那么认真的教训老师，那么的维护他，他的嘴角不自觉的勾起，眼里的笑意很淡。这个女人没那么讨厌。不知本宫的皇儿哪里做的不好，七王妃你要这样教训他。突然一道轻柔醉人的女声响起。母妃救我！七王妃，你这么伤害本宫的皇儿，你究竟是何居心？老七，你弟弟素日来都是调皮的，他若是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你身为哥哥多担待就是。你要是和他计较，岂不是连一个孩子都不如？贵妃娘娘，此话不妥。一，臣妇未曾伤害石皇子。二，贵妃娘娘也说了，王爷身为石皇子的皇兄，既然是手足，那么王爷身为哥哥，看到弟弟做错了，怎能不教导一二？哦，石皇子行为不妥，你是说本宫和皇上教导不善了？这话谢真不敢接，他要是说是，那就是打皇上的脸；他若说不是，那先前说的一切都要推翻。你回答本宫的话，是也不是？贵妃娘娘，您误会了，臣妇的意思是，父母爱之子，因为太过爱子，所以眼里只能看到孩子好的一面，却忽略了缺点。那你倒是告诉本宫，老师有什么错，有什么缺点要轮到你来管束？不敬兄长，有辱皇族的威严。贵妃娘娘，您知道这有什么后果吗？石皇子如此放纵行为，会让人质疑贵妃娘娘和父皇对他的教育，会让天下人质疑皇族的威严。这就扯得有点远了，但说大了，石皇子一个人骄纵跋扈，辱骂兄弟，这也会让人觉得皇族教养不严，让世人笑话皇家连皇子都教不好。这个罪名是可大可小的。贵妃娘娘还觉得我们有错吗？如果贵妃娘娘觉得臣妇有错，
不该维护皇族威严。那么，就请贵妃娘娘惩罚臣妇吧，臣妇甘愿受罚。好，哼，戚王妃好得很，一张巧嘴让本宫都无言以对。老戚啊，你不经常入宫里来，本宫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娶了一个这么能说会道的王妃。是啊，本王也觉得她是本王的福气。你还不快走！你父皇已经等了你很久了，怎么这么贪玩？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些人想见你父皇还见不到呢。左贵妃这话故意说给南宫印听的。南宫印进宫几乎都见不到文帝，这个调皮捣蛋的十皇子却可以让文帝等他，可见真的是很疼爱腰子的。你得罪了他？得罪就得罪，难不成要任人揉捏摆布？我谢真可不是好欺负的。他们没欺负你，欺辱的是我。本王去交房殿了，你去长乐殿。或许是因为他是第一个站在他面前维护他的人，他才动了一丝怜悯的心。交房殿是龙潭虎穴，他也自己去闯。谢真想拦他都来不及。无双姐姐，这就是谢家真正的小姐吗？她和你可真的不一样，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乡野村妇。本公主一想到她居然也是皇家的人，本公主就恶心得慌。哼，那个丑八怪的王妃根本就上不得台面。说她乡野村妇，上不得台面。11公主，你万万不要这样说。真真的确就是谢家真正的千金，她不是什么乡野村妇。真真，公主不是故意这样说的，你不要介意好吗？如果没别的事，我还要去向太后请安，今天就不陪着你演戏了。这个女人说话这么口无遮拦，原来是公主。她是倒什么霉了？才走了一个十皇子，就来了一个11公主。这些人怎么就这么看不惯南宫印呢？哎，真真，你生气了对不对？你放手。是姐姐不好，你不要生气好不好？姐姐知道你忙着请安，但娘也来宫里了，你是不是也要去见一下娘呢？姐姐相信你不是那种人，你一定不会因为成了王妃就不屑家里的人了，对不对？无双姐姐，这个女人居然这么恶心！她这样的女人嫁到了皇家，就是对我们皇家的羞辱，和那个丑八怪一样。幸好是这样恶心的女人嫁给了那个人，而不是无双姐姐你，我才不会让这样的人玷污了皇祖母的宫殿。啊，公主，您听我解释，真真不是那样的人，她只是一时间鬼迷心窍了而已。这时，回廊边的树林里突然传来有人痛哭。谁？这树林里定然有古怪，不是他猜的，而是他脑海里的芯片已经继续叮叮叮的叫个不停了。芯片会警示，是因为现在这里有人有生命危险。滚出去！让你滚！叮叮叮，芯片又开始叫个不停，强行逼迫谢真接受信息救人。他可不想再次头疼，直接就接受了。他一旦接收了芯片里的信息，药品立刻出库成功。滚！不想死就吃下去！谢真大吼，这药芯片只会出库一次，要是吐出来，他就是大罗金仙也救不了他。要说这芯片哪里不好，这里就是 bug。凭什么药只能出库一次呀？药片不出15分钟就会发挥药效，你忍一下，忍过15分钟就好了。世子爷，您在哪里啊？狗东西，弄丢了世子爷，小心太后扒了你们的皮！你们还不快去找世子爷？他们在找你，你是世子爷，你怎么会在这里？你的药是什么药？这我可不能告诉你，这可是我吃饭的家伙。你说的没错，我是他们口中的世子爷，韩王世子。韩王？他还正在愁怎么见到他，让他相信自己的医术，居然就这么巧合的在这种情况下遇见了。你认识我？夫君同我说过你。七哥？是啊，哎，不过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啊？没人照顾你吗？七皇嫂，我有一个要求，你今天什么都没看到，对吗？他一说这话，谢真就明白了他。据他所知，韩王妃和世子得的都是风疾。韩王妃人到中年就已经半身不遂，而他还这么年轻，病情比韩王妃还要更重一些。他是韩王府的世子，是皇族的人，必定是不愿意别人看到他发病的模样，所以他才只能一个人躲在这没人的树林里吧。这皇家的人自尊心一个比一个强。我只是一个大夫，我该治病就治病，刚才我什么都没看到。为了感谢七皇嫂，我便指点七皇嫂一下。11心性单纯，并不是有心冒犯皇嫂你的。谢大小姐心思敏锐，11只是误信他人。她自小就便受皇祖母宠爱，从小被皇祖母养在身侧。她说什么，皇祖母便会信什么。皇嫂不必怪罪于她，小心谢大小姐便是。
你放心，我知道该找谁算账。不过，你怎么就知道要小心谢无双？你难道不觉得我就是谢无双口中的那种人吗？他躲在树丛里，全部都听到了。皇嫂不必试探我。他这哪里是试探了，分明是好奇嘛。不过十一公主受皇太后宠爱是真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十一公主在皇太后那边说了什么。谢珍一进长乐殿就被问罪。你好大的胆子，让哀家等你一个人，该当何罪？孙媳知错，要哀家免掉你的罪也可。你告诉哀家，你去了何处？胆敢让哀家等你？这叫他怎么说？他不是故意来迟的，而是为了救人。但是他答应了南宫薄不能说出去，那么就是不能说的。请皇祖母恕罪，孙媳的确来迟，但事出有因，绝非不敬皇祖母。为什么因？谢珍后背发寒，依旧道：皇祖母，孙媳不能说。哼，不能说，那你就不怕哀家给你定一个大不敬之罪吗？孙媳怕。知道怕，你还不说？太后突然笑了起来。好了，你起来吧。谢珍已经做好了受罚的准备。怎么皇祖母，您不罚他了？罚？他可是今天的大功臣，谁敢罚他，便是和哀家作对。十一公主更傻眼了，谢珍也惊得说不出话。这惊喜来的不要太突然。上来，让皇祖母好好看看你。谢珍还以为自己在做梦，慢慢的起身，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她真的不是在做梦吧？就这么轻易的逃过一劫了？不错呀，心性坚毅，为人诚信，是个好孩子，就是太瘦了一些。来人呐，把哀家宫里的人参和雪莲送到七王府去。皇祖母，那可是东岐的进贡之物啊！少见多怪，老七媳妇儿身体这么弱，该好好补补。孙媳不敢受。有什么不敢受？哀家都说了，你是大功臣，理应嘉奖。可是孙媳并没有。谢珍糊里糊涂的，她什么时候立功了？十一，你七皇嫂第一次进宫来，你带着你七皇嫂过去，好好的认认人。是，孙女儿遵命。还不快出来！一道修长的身影缓缓地从长乐殿的内间走出来，这人正是在小树林里离开的南宫薄。你这孩子，费尽心思的让哀家试探那小妮子一番，原来是为了帮她。皇祖母，孙儿只是觉得好姑娘不能被这些流言蜚语所害。这小妮子是不错，她真的救了你吗？以前也没听说过她会医术啊，怎么就突然如此了得了？坚贞万确。太后叹息，喜极而泣。纪王妃，皇上宣诏。是李万基的文帝在这个点儿宣召他。谢珍突然有股不祥的预感。你会医术？略懂皮毛。冲着医术来的。韩王府的风疾，你知道多少？引起风疾并不只是一种病，臣媳倒是听说过的。你有办法医治？这是送命题了，他怎么可能有办法医治？这又不是在现代。回朕的话，只能缓解。你起来吧。既然你能缓解风疾之症，便多去韩王府给世子和王妃看看。臣媳只能试试。试试？你在树林里不是已经救过世子了吗？谢珍身体一僵，文帝什么都知道，怎么不回话啊？回父王，臣媳。老七媳妇儿啊，你怎么会那么巧就在那里碰到世子了？这是怀疑他故意接近世子了吗？谢珍心里直打鼓。父皇，臣媳真的只是碰巧走到那里的。是老七教你这么回话的？父皇冤枉！怎么会是王爷教臣媳这么说话的呢？臣媳下到王府之后……你哭什么？有什么便说。父皇，实不相瞒，臣媳入门1个月了，和王爷还上了圆房。王爷他对臣媳厌恶无比，说宁愿死都不会碰臣媳。既然还未圆房，怎的又传出去你们圆房的事？朕可是听皇后说过，老七在交房殿为了保你，说你是他的人了。怎么，你还不从实招来？父皇，这更是无中生有了。在消防殿，王爷会那么说，是因为母后想要儿臣和王爷和离，将臣媳的姐姐赐给王爷。可是臣媳的姐姐，她早已经和太子殿下两情相悦了。王爷是何等清高的人，自然是不愿意干这种棒打鸳鸯的事情。在他的形容之下，文帝几乎不相信那个人是自己的儿子，那个冷酷无情的鬼王。
太子这次做得过分了一些。不过，既然这姻缘已经错了，那便将错就错。都还是偏心，明知道太子不是个东西，抢南宫印的未婚妻，连个屁都不放一下。南宫印是捡来的吧？世子的病，你若是没有10成10的把握，便不要强出头了。若是太后问起来，想必你也知道怎么回答。文帝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不希望南宫宝好起来。谢珍好不容易才离开了御书房，但回去清凉台的时候，已经错过了午膳的时间了。他早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就在他打算要不要去御膳房拿点吃的时，他和一个人撞了一个满怀。他径直撞入那个人的怀里。好什么？哎呀，怎么是你？不是本王还能是谁？那你是来找我的？本王的确是来找你的，怕你这张嘴在宫里给本王惹祸上身。他话语刻薄而冰冷，谢珍却觉得格外的真实。那我告诉你，我这张嘴巴现在饿了，你是不是要给我吃点东西啊？不然我会出去乱说话的。所有的女人都像你一样没脸没皮吗？还不跟上来？去哪里？堵某人的嘴。谢珍冲他的背影扬了一下拳头，他的态度让人恼火，但他心里却有些暖意。这么冷酷无情的一个人，其实也是藏着一丝柔软的吧？你为什么要在父皇面前帮本王说话？为什么帮你说话？我现在不是你的王妃吗？他身为他的王妃，说是不帮他说话，那不是才有鬼了吗？这么一句简单而直白的回答，让南宫印的心微颤。你管好你自己，本王的事情和你无关。谢珍差点没吐出一口血。你不要以为你有一点本事，便能在宫里搅弄风雨。这宫里不是谢府。谢珍更想吐血了，他压根就没想过，他也没那么大的胆子。南宫印，你还是把我的嘴堵上吧。南宫印带谢珍到了一处僻静的宫殿里，让人给他端来了饭菜。谢珍二话也不说，一扫而空。你是饿死鬼投胎吗？你就当我是。他满口都是吃的，十分的有胃口。现在看在好吃的份上，不和他计较。我吃饭你能别盯着我吗？这样影响我胃口。不能。大爷的！在谢珍吃的正起劲儿时，他突然叫了他的名字。有事吗？多谢。好死不死的，米饭全都喷到了南宫印的面具上。你想干什么？我不是故意的。你好样的！谢珍想撞墙，不对，刚刚南宫印说什么来着？你刚才对我说谢谢了？没有，我明明听到了。你听错了。我没听错，你就是对我说谢谢了。嘿，不用谢，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就差补上一句我们是好兄弟了。某人忍无可忍。谢珍，闭嘴！啊！他看到他一脸的明媚笑容，到底是什么都没说。大胆！你这是送的什么东西？展开的这一幅字早已经变得凌乱不堪，墨水都化成了一团。谢珍瞳孔一缩，脸上都是震惊。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他的字被人毁了。老七，这便是你们七王府送的礼物。你们把你皇祖母的寿宴当成什么了？你们简直胆大包天，该当何罪？父皇，这是我。他想说自己的贺礼被人破坏了，谁料南宫印抢先开口：父皇，此事和王妃无关。朕当然知道和王妃无关了。你一向恣意嚣张，荒诞不羁，朕没想到你疯到在你皇祖母的寿宴乱来。南宫印也不说话，就那么静静的听着文帝数落自己。他也用不着为自己辩解什么，静静的听着便好了。朕看你……文帝怒极攻心，脸色发白。皇上，这不是七王府所准备的礼物。那礼物是什么？来人，把礼物呈上来。宫女恭敬地把画卷展开，这不是一幅字，而是一幅画，但也不是普通的画，而是一幅观音像。皇上，王府的下人不中用，装错了寿礼，是妾身办事不周，还请皇上恕罪。他低下头，嘴角微微扬起来。这一幅观音像一定会为他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文帝也不能再追究。老七，哀家看王府的下人的确是太不中用了，连这点小事情都办不好，寿礼都能装错。瑶光到底是宫女出身，管教不好下人，那就不要再管了。王府的事宜还是交给王妃，哀家看王妃是否镇不住。瑶光不可思议地抬起头，眼中都是愕然。老七媳妇儿，你身为王府的主母，今日办事不周的王府下人，你回去定要好好的惩戒，否则王府的威严何在？天家的威严何在？孙媳遵命，一定不会辜负皇祖母的心愿，好好打理王府。哎，这就对了。太后的目光扫过观音像，眉目还是可见喜欢的。
但是这送礼的人搞这样的一出，太后眼里最是容不得沙子的。跪下！你说什么？还需要本王妃再重复一次吗？不知道妾身做错了什么，受礼的事情绝非妾身所为。本王妃可没说受礼是你破坏的。瑶光，你这是不是不打自招？瑶光又是一怔，居然中计了。受礼即便不是你破坏的，但也是你的错。你掌管王府，连受礼这样的小事都办不好，太后当众点出你的错，你手底下的人要重重的惩罚，你也要受罚。瑶光这个人心思缜密，的确是不会留下任何的破绽的，所以他也懒得找证据了，直接就用太后点出来的罪名惩罚他。王爷，你也是这样认为的吗？妾身这么些年管理王府，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妾身……他哽咽住了，一副悲痛的说不出话的样子。皇祖母的口谕便是一旨，这便是把权力推回了谢珍的手里。谢珍很难相信南宫翊会这么相信他，对方可是瑶光呀，南宫翊是不正常的吗？本王妃自然知道你有苦劳的，所以本王妃只是夺了你的管家之权，削减你半年的用度。瑶光这一身一身的料子，估计要花王府不少钱。南宫翊又没有在朝廷里当职，每年就靠一点王爷的微薄饷银过日子。瑶光这么大摇大摆的，花的可都是王府的血汗钱呢。她可是王妃啊，她都穷得吃不上饭了，瑶光可不能这样啊。她想着王府的银子攥住了，以后她也能分点不是？好歹现在离婚还有抚养费呢。瑶光要是把王府的银子都败光了，她怎么办？似乎是知道她的用意，南宫翊向她看来，这女人为什么这么缺银子？谢珍被她看得心虚，转移了目光。她又没做亏心事儿，怕什么呢？谢珍现在是王妃，这惩罚瑶光虽然不甘心，但也只得领了。搞定了这一件事情，谢珍担心起另外一件事情了。文帝说要他和南宫翊培养夫妻感情，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第二天，宫里来了2道旨意，一道是太后赏赐的旨意，宫里的太监把雪莲和人参都送到了王府里来。第2道旨意是文帝的，让他迁入云霄院。他昨天晚上怕什么，今天就来什么了。真的搞不懂文帝为什么又要把他和南宫翊凑在一起呢？皇帝的圣旨，南宫翊都不能违背，就别说谢珍了。王爷，您没必要这么监视我。你哪只眼睛看到本王要监视你了？难道不是吗？我们无冤无仇的，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不利于你的事情。只要你相信我，说不定我能治好你。就凭你？你这是什么意思啊？看不起女人啊？不是本王看不起你，而是东方一族乃是100年一族，他们东方一族的医术传承了100年了，东方镜对本王的毒都只能遏制。你才多少岁？东方一族传承100年了？东方镜看着油腔滑调的，没想到是医术家族的后人。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给我讲讲。当今天下除却4国，便是4大家族，4大家族分别以家族绝技名扬天下，传承100年。东方世家、慕容世家、百里世家、司徒世家。东方一族已经说过了，以医术名震4方。慕容世家一举流觞惊天下，曲中定生死；百里世家剑术天下无敌，一剑天下破；司徒世家一副丹青引凤而来，一副丹青可以引来凤凰？这天下根本就没有凤凰，这怎么可能？这世上没有所谓的凤凰，那无非是人们心中的想象，对美好事物的寄托。当然，这既然是家族绝技，那必定是他们想让人们看到什么便看到什么，真真假假，其实不重要的吧？你有这么高的觉悟？难道你觉得我是那种肤浅的女人？不过我要是有机会游历天下，倒是想去拜访一下司徒世家。一副丹青引凤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谢珍可以肯定的是，就算那引来的东西不是凤凰，但这丹青必定是出神入化的。你想去游历天下？她倒是和一般女人不一样，不过想来也是，她一身医术虽然有些蹊跷，但定然不是一般人。南宫翊倒是想调查一下她的身份，但这种事情是急不来的。我以后拜托你了。不去游历天下，我是不是傻？你要摆脱谁？他的眸子渐渐地眯起来，不露声色的危险。你听错了，什么都没有。是吗？马车本来在街道上行驶的好好的，突然马车外面传来了骚动。快躲开，马惊了！他还没反应过来，腰肢就被人扣着，他便被揽到了一个人的怀里。谢珍的身体一轻，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已经揽着他从马车里飞了出去。谢珍又是激动又是震惊，天哪，轻功啊！古代真的是有轻功啊！他还以为是假的。不要乱跑！人群里传来了尖锐的叫声。谢珍看过去，才发现整个街道都混乱不堪。快跑啊！快躲开啊！刺死人了！南宫翊反手顺势摘下谢珍头上的发簪，食指一动，发簪刺入马的脖颈。疯狂的马儿因为痛苦而仰天嘶鸣，
最后马静直倒在了地上。谢真看到那些受伤的人，他的脑海里的芯片又开始叮叮叮的叫。谢真，我没事，我就是突然头有点疼，你不用担心我。谢真缓了一会儿，他也不管自己的发簪已经散了，披头散发就往受伤的人群里冲去。芯片存在于他脑海里的目的就是让他救人，他接收了芯片的命令，头也就不那么疼了。南宫翊没有打扰他，只是目光一直追随着他。他注意到了他香囊里拿出来的药丸，很奇怪，那药丸是一板一板的，和这大周朝的药都不一样。他那么小的香囊里能装下这么多的药，这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属下参见齐王爷。行什么礼？去帮王妃的忙。原来这个人是齐王妃啊！齐王妃真是好人，是大罗金仙呐！哎呀，求齐王妃救命啊！哎呀！官差这么一说，现场的伤者纷纷向谢真求救了。他们是平民百姓，从来没有见过哪位皇室的王妃会灰头土脸地蹲在地上救人。谢真这个时候可没有心情听他们在说什么，一门心思地继续治疗伤者。谢真和其他的大夫合作，紧急治疗完了所有的伤者之后，已经是大中午了。谢真累得满头都是大汗，精疲力尽地跌坐在屋檐下，他毫无形象。这个时候，有百姓给他端来了一碗水，谢真想也没想，接过来就一饮而尽。他累瘫在地上，手指都不想动一下了。他闭着眼睛准备休息一会儿，有人走来了，他也不知。谢真，起来。怎么了？还有人受伤了吗？没有。那你叫我干什么？看他又睡过去了，南宫翊没有继续喊他，直接就把人抱了起来。他似乎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了，但他也没有睁开眼睛，只是在他怀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他继续睡过去。清风看得差点连马鞭都拿不稳了，这真是稀罕了，简直太稀罕了。他家王爷居然还抱着王妃，他还以为王爷要把王妃丢在大街上呢。按照南宫翊以前的性格，他也不是做不出来啊。王爷，还请您让王妃和下官一起去一趟皇宫里。王妃累了。王爷，下官没有别的意思。王妃今天参与了救治，如果不是王妃救治了这么多的伤者，只怕下官需要王妃和下官一起面圣。尹大人的耳朵是听不懂本王的话吗？本王已经说过了，王妃累了，她需要休息。至于面圣，那是你的事情，本王怎么不知道本王的王妃什么时候属于京兆府的人了？想拿捏谢真，先问问他南宫翊答不答应。王爷，清风，你还不走？是。清风一个利落的翻身，便上了马车。这里的事情他不想参与，谢真也不能参与。不管谢真做了什么，哪怕是好事，都会联想到他的身上。你们继续处理这里的事情，本官前去宫里面圣。只有去宫里请了文帝的圣旨，他才敢去那里的府里拿人。今日这匹疯马的来头不小，而且疯马的主人也不是好惹的。这匹马的主人名唤许世光，当今的皇亲国戚，乃是太师府的小公子，仗着许家的势力以及一个皇后姑姑，那在京城是横行无道。比起人人害怕的鬼王的南宫翊，许世光才不是个人。南宫翊就是知道这疯马的主人是谁，所以才不让谢真来掺和。左丞相身为文官之首，洋洋洒洒的一篇许氏罪状，让文帝为之震惊。更让文帝震惊的是，朝中有人为谢真请封，因为谢真以一人之力在现场救治了那么多的伤员，如果不是谢真，受伤的人会更多，到时候许世光的罪就更重了。除了这些赏赐之外，齐王妃你还想要什么？朕都可以奖赏你。回父皇，臣媳受之有愧，臣媳身为医者，做的不过是一个大夫该做的事情，所以臣媳不要任何赏赐，只求能为父皇分忧。你有这个心很好，但该赏的还是要赏。不过说来，你和老齐不是感情不睦吗？怎么会破天荒的一起出府去呢？这便是怀疑他们了。回禀父皇，臣媳回去之后痛定思痛，决心要和王爷修复关系。毕竟父皇您都下了圣旨了，让我们夫妻培养感情，我们怎么能不遵圣旨呢？是啊，朕看到你们夫妻同心了，心里的担忧也就少了。文帝纵然有心怀疑，但也不能说什么了，毕竟他是下了圣旨，让两人吃住都一块儿了。文帝失策了呀。老齐，你也许久未曾入宫了，你以前可是最爱和父皇下棋的。来，今天正好父皇有这个兴致，我们父子两个来对弈几局。你对左丞相写的许氏罪状有什么看法？你若是朕，你应该怎么做？父皇，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件事情并不难，就连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么一个许家的小公子，这个问题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因为许家根深叶茂，现在是许家如日中天的时候，
要想让许家崩塌，就得从内里一点点的腐朽。既然说到了这里，那世光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查，朕倒要看看这其中之罪是否是真，你说如何？文帝还不忘记假惺惺地问一句南宫印的意思，这哪里是问他，分明就是已经下了决定，现在不过是通知他一下而已。既然是父皇的意思，那么儿臣遵命便是。南宫印知道推脱不掉，也没打算拒绝。明面上是查案，另外一层意思是要他站队，到底是要许家还是站在皇家这一边？这样的试探对他没有任何的意思，因为他没想过偏帮任何一个人。所以呢，处处试探的父皇，这又算什么父亲呢？你父皇是不是让你去查案？是又如何？这是你和本宫说话的态度吗？那母后希望儿臣用什么态度说话？好，本宫不和你计较这些。你父皇把这案子给了你，正好，你是许家的一份子，你也该知道，世光是许家的唯一血脉，你一定也不想看着你的表弟失去性命吧？母后，你错了。南宫印是南宫印，是大周朝的七王爷，而不是许家的人。既然没有关系，那许世光是生是死，和本王又有什么关系？哼，母后，你说是不是呢？只要你答应毁灭证据，维护世光，许家可以承认你，本宫也可以承认你。南宫印笑得更大声了，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不必，本王不需要任何人的承认。儿臣还有案子要查，先告退了。南宫印，你给本宫站住！我是你母后，你敢不听我的话？你连你的毒都不管了吗？再过几天你的蛊毒又该发作了，你不想要缓解的药吗？不需要，曾经不曾求你，以后也不会求你。孽畜，你这个孽畜！孽畜，既然都骂他孽畜了，那他就要做一些孽畜该做的事情。谢珍一听说他从交房殿里来，他立刻就紧张地窜到他面前。做什么？干什么？皇后可不是好惹的，我是担心你受伤，万一你受伤了怎么办？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娇软，就那么划过他耳边。他心里那些所有关于许皇后的阴暗情绪都一扫而空。他对上他清澈明亮的眼睛，胸口犹如遭受到了重重的一击。他不止第一次告诉他，他在担心他。你管好你自己。又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话，谢珍都习惯了，所以他一点都没泄气。哎，你这人知道什么叫做关心吗？对于每个要关心你的人，你都是这样的态度吗？不需要，收起你的怜悯，不要以为自己真的就是观音菩萨了。谢珍无奈至极，他哪只眼睛看到他怜悯他了？皇室里的人是不是自尊心都很严重，都这么的要强呢？掌柜的，本王记得你们这里有东海国的红玉，把你们这里最贵的红玉簪拿上来。王爷，您稍等，草民这就去拿。南宫夜，你有那么多银子吗？你疯了？本王不喜欠人东西，折损你一只银簪，还你一只红玉簪。谢珍无奈的很，能不能直接给钱呢？土豪的世界，他真的是一点都不懂啊！王爷，您真有眼光，这一只红玉簪是最近才从东海国来的好货，它和一般的红玉簪不同，其玉里还带着幽香。就这个吧，过来。做什么？他心下不解，走到了他的面前。下一瞬，南宫印陡然起身，手臂一伸，指尖穿过他的发髻间。你要干什么？坐好。他亲自为他梳头发。南宫印居然给他梳头发，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你紧张什么？谢珍的脸已经很红了，他故作镇静。你能不能快一点？在现代的时候，还从未有男人给他梳过头发，谁叫他就是一只万年单身狗呢？他好无奈啊！闭嘴。谢珍不说话了，给钱的是大爷，他就不配开口说话。很快，南宫印就为他挽好了头发。还不错，去王府结账吧。他连价格都没问，便丢下这句话。多少银子？掌柜的笑眯眯地竖起3根手指。3000两黄金。3000两，不是白银，而是黄金。天哪！谢珍心想，他现在接管了王府，南宫印的库房里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黄金呢，把整个王府卖了都不够吧？哎呀，南宫夜，我不要了！哎呀，太贵了，你把你卖了也不值这么多钱啊！你是想让王府的人都因为这只红玉簪去喝西北风吗？当他看到他停下脚步，他才下意识的要站定身子，免得撞了上去。谁料冲击力太大了，他一时间没有刹住。谢谢啊，我还不放手？放！他连忙松开他，浑身的血液都不住的往头顶冲去，直到耳根子都红透了。就是给你的，那就是给你的。本王说过了，不喜欢欠人人情。谢珍欲哭无泪，这是这么用的吗？
什么人这么嚣张，居然把这花草据为己有？曼陀罗花可是含着剧毒的，谁没事把所有的花都挖回去种植？那个人得罪不起，我们还是等等吧。这怎么可以？就算他能等得起，南宫宝能等得起吗？你告诉我，在京城里拥有曼陀罗花的人是谁？是太师府，我们这种百姓怎么得罪得起啊？太师府？这不是皇后的母族吗？不仅是皇后的母族，还是南宫燕的外祖一族。这许家人收购走所有的曼陀罗花是要做什么呢？谢珍趁着给他检查身体的时候，询问起了许家的事儿。许家收购了所有的曼陀罗花，这事老身是知道的。那就没办法了吗？没人管吗？这对京城的药铺太不公平了。管？谁管？你把许家的人想得太简单了。你以为许家如何权势滔天？不仅是因为皇后、太师，那是因为许家还有一位奇女子，未来的准太子妃许韶光。她虽然是女子之身，但是却是大周朝的女富商，京城里的大部分生意被她垄断。宫里也不是不知道，但许韶光半年交到宫里的赋税，是朝廷3年的赋税呀。怪不得没人管跋扈的许家，连皇室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文帝不动许家，他也就想得通了。现在的太子居然有一位这么厉害的准太子妃。不对，许家的人物个个厉害，那文帝还把许世光的案子推给南宫燕，这不是摆着要南宫燕去得罪人吗？哼，你是在担心你家王爷了？担心南宫燕？他自然是担心的。要是南宫燕倒台了，他怎么办？老夫人，不好了！何事如此惊慌？世子爷派人请王妃去给韩王妃看病。马车在哪里？速速带我去！你走！你疯了！这可是你的儿子！你走！我不想看到你！母妃，我会走的。您好好喝药好吗？谢珍很厉害的，他的医术很好，我让他来就是因为相信他可以做到。韩王妃的身躯抽动了几下，谢珍看在眼里，心里真的很难受的。文帝让他不能治，可韩王妃和南宫薄这深受病痛折磨的模样是那么的可怜，他真的于心不忍。但他能和皇权作对吗？他其实也不知道能不能治，芯片给的药都只是一些缓解的药。谢珍，我和母妃都很相信你。南宫薄看向他，眼底带着一丝恳切。你一定要尽力救我的母妃。世子爷，如果有办法我会救的，但是王妃的具体情况我还要多检查一下才能下结论。而且我希望……他欲言又止，希望南宫薄不要抱太多的希望。已经瘫痪的人在现代医学上都是没有救好的可能的。谢珍，你一定能做到的，对不对？他的眼神里有了光芒，看上去是那么的炙热，他都不敢这么相信自己。南宫薄居然这么武断的相信他，他内心一时间酸楚不已。我可以全力一试。母妃，你听到了吗？韩王妃已经安静下来了，想必是他的镇定剂起了作用。世子爷，我们出去说吧。我希望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我只能说我全力一试。或许我的有些药对你们是有用的，但是你们也应该明白。我明白，你方才在母妃面前应承下来，是为了宽慰母妃的心。你难道不失落吗？病人最怕的就是消极的情绪。现在的韩王妃就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对大夫失去了信心，对自己的病也绝望了。可是南宫薄和韩王妃不一样，他眼底没有欢喜悲哀，仿佛好与不好都不过如此。我自然也是想好起来的，但如果好不起来，我也接受。总之，最坏的情况也不过就是像我母妃那样瘫痪在床上，什么也做不了，哪里也去不了，只能日渐消亡。从他小时候被查出有这种病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最坏的结果就是变成一个废人。好，你有心理准备就好。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了你，就一定会全力以赴。主子，青菜对付不了这些人。本王已经警告过他，韩王府的事不该他管。这王爷，你真的不想管王妃的死活？严一吃惊，这要是不想管，他还跑来干什么？不是应该回王府去吗？这是他不听话的代价。你还不让开？我们不想对你动手。休想！你找死！这一次，死士没有再客气，一波箭雨又攻向新才和谢珍。王妃小姐！就是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枚青铜所做的柳叶像漫天飞雨一般落下来。想要谁的命？是不是许家派你来的？他逼问。
然而这死士来时就被喂毒药了，并没有回答他，心一横便咬断了舌头，自尽了。谢珍看不见他的脸，在这模模糊糊的时候，只能闻到十分浓重的血腥气。你是谁？谢珍，本王允许你救人了吗？南宫印，南宫印来救他了，他不用死了。是本王，以后还听本王的话吗？说了有些事情不是你能管的，你不听，这便是教训，这便是下诏。南宫印嘴上说着训斥他的话，冷冰冰的，但是谢珍这个时候也不和他计较了。话是恶毒了一点，但好歹他还是救了他。还能走吗？我要是不能走了。你伤的是胳膊，不是腿。他的言下之意便是怎么就不能走了？谢珍本来还想再说什么，南宫印目光一沉，一个翻身就将他打横抱了起来，是最温暖浪漫的公主抱，心跳在那一瞬间仿佛要跳出嗓子眼儿。他真的以为南宫印要让他自己走呢。南宫印抱着他飞身而起，奔向密林之外。谢珍丝毫都不敢动，什么都不敢说，静静地抱着他的脖子。夜风很冷，他的伤口那里尖锐的疼痛愈演愈烈，他全身都麻木了，但是贴着他胸膛的脸庞却是温暖的。这可是剧毒！那发黑的伤口居然在慢慢的溃烂，而且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本王要他活着，你听到了吗？这毒我只能试试，快带他去冷泉，丢进去。谢珍已经昏迷，被丢进去的时候，他居然还被刺骨的泉水惊醒过来。好冷啊，好冷啊！谢珍浸泡在冰泉里，无数次想要从水里爬起来，南宫印就把人按了进去。要想活，就给本王待着。这许家也太狠了，下的毒居然是天下制毒毒箭陀。毒箭陀是以曼陀罗花的毒素提炼出来的，这种毒要想研制出来也是十分的困难。他没想到许家这些年收购的曼陀罗花，原来是为了研制这一味毒药。毒箭陀是已经失传的毒药，传说无解。许家到底是从哪里找的能人异士，连这种失传已久的毒都能制出来？本王要听的不是这些，你只需要记住你必须救活他就够了。东方静眉头紧蹙，这毒传说1天就可以让人尸骨无存，刚才你也看到了，许家能够研制出毒药，必定也有解药。若是要我研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他只怕他等不到。这些不是本王想听的理由，本王只告诉你，本王要他活着。我说南宫，你什么时候在乎一个女人的死活了？许家派人给他下毒，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许家的目的。要么你看着他死，要么你去和许家做交易。的确是这样的，今晚的一场刺杀就是许家为谢珍安排的，其目的自然是为了取谢珍的命。你以为本王会为了一个女人轻易走进许家的陷阱里吗？那王爷就只能看着他死了。我是没那么大的本事，在1天之内研制出解药的。他是医者，不是神仙，他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你全力一试。话落，南宫印便走出冷泉。你真的不管他的死活吗？许家就是等着你去自投罗网。许家休想拿解药来威胁本王，这一次许家本王是动定了。这毒箭陀的毒并不好解，如果南宫印不救你，你的命我是保不住了。他中的毒很强，芯片给了一些缓解的药，但他意念无法集中，召唤不出来。他难道就要这样死了吗？不，突然之间，他柔弱的身体里爆发出了强烈的求生欲望。他要活着，他必须赶紧集中意念。这时候也顾不得其他人会看到这些药，他要做的是活下去。如果他不自己救自己，他就真的只能等死了。他强忍着痛楚，继续集中意念。岸边出现第一味药，一支真药，那是解毒剂。紧接着第2味药出现，第2味药不是药，而是纱布、消毒水、手术刀。他强撑着最后的一口气，从水里站起身来，踉跄着走向岸边。他咬牙死扛着，颤抖着伸出左手去拿针筒给自己注射，一支解毒剂很快就注射完了。他还想给自己刮骨去毒，至少得把胳膊上的腐肉挖掉，但他真的没有多余的力气了。他觉得很痛，眼前模糊的景物突然就变黑了。王妃娘娘，王妃娘娘！素心的喊叫声惊动了冷泉外的侍卫，他们纷纷以为谢珍是毒发了，无可救药了。有人去通知南宫印，让他来收尸。不过南宫印这个时候却是不在府里的，他们只能去请东方静，看看谢珍是不是死透了。东方静心中一阵诧异，不应该呀，这毒不是得要1天1夜吗？这才多久？1盏茶的功夫都没有吧？东方静来到冷泉之后，见他吐血，连忙过去把脉，
只是手才刚放上去，刚刚一会儿，他震惊无比。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的！刚才还脉若悬丝，现在脉象居然奇迹般的好转起来了。东方静难以置信，在谢真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谢真的医术到底有多出神入化，居然可以为自己缓解毒素？是的，可这怎么可能呢？谢真中了毒，刚才在冷泉里都是昏迷的，他居然有那么大的本事！清风，你快去请李家王爷回来，快点！看东方静都变了脸色，他的呼吸一沉，该不是王妃不行了吧？哦，我马上就去。你此次回来，怎么不把你的王妃带上啊？太师故意提到谢真，南宫印漆黑的眸子里射出冰冷的寒光。谢真的毒不就是这老匹夫让人下的？不就是为了逼他入局吗？他有那么一丝不希望谢真死，不只是因为谢真有用，而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担心你啊。是的，谢真那个女人担心他，是那么的直白。你若是敢交出你手里的证据，让乌儿受到任何的伤害。太师，本王看你是人老了，怎么反而还异想天开了？你以为本王来这里就是要同你交换谢真的解药吗？本王今日也告诉你，不管你要对谢真做什么，本王都不可能用许世光的命换她的命。一个女人而已，在本王眼里算得了什么？本王不会保她，但她若真的死了，那么本王也保证许世光会付出惨重的代价。许世光跋扈嚣张，仗着许家的势力胡作非为，恶贯满盈，他害死了那么多人，他也该死。这便是本王的来意。太师，你失策了。哼，南宫印，世光也是你的表弟，你身为许家的外孙，你就这么希望许家绝后吗？你忤逆不孝，老夫绝不会放过你。你要是聪明，你就知道你该做什么选择。太师，多余的话本王就不说了，本王的意思便在这里了。本王绝对不后悔今天的选择。他也不是非救谢真不可，但如果能够让这老匹夫交出解药的话，他还是会尝试一下的。毕竟他还需要谢真的医术。但如果老匹夫要求过甚，竟是让无恶不作的许世光平安归来，那是不可能的。许世光就算不死，也要脱一层皮，否则何以安慰那些枉死的百姓的在天之灵？南宫印，老夫最后的让步，便是你毁灭你手里的证据，让世光平安归来。老夫会同你的母后商量，扶持你作为新的太子。你告诉老夫，你是要无儿的命，还是要这个太子的位置？老夫便不相信你不要谢真的命，你连太子的位置都不要。这天底下又有谁不想做太子呢？做皇帝呢？太子之位，太师你真的舍得？你和如今的太子都是许家的血脉，扶持你们任何一个人做太子，对许家来说都没有区别。怎么没有区别呢？许家想要的太子不过是一个毫无头脑和城府的昏庸之人，只有那样的人才容易被太师你掌控。本王和南宫明可不同，太师你要的不过是一个傀儡太子，而你认为本王会心甘情愿做那个傀儡吗？听你号令。此话一出，许太师和南宫印之间的气氛顿时便剑拔弩张起来。许太师没有先前那种轻蔑的目光看他，神色里渐渐有了慎重之色。你知道为什么你不能做太子吗？印儿，你太聪明了，你的存在绝对是许家的绊脚石。你这么睿智英武，你不甘于做一个傀儡，这便是你最大的错误。是了，许家要的只是好掌控的太子，而不是心如深渊、有着鸿鹄大志的明君。否则，许家如何挟天子令诸侯呢？南宫印如果不是太聪明，多智近妖，那么他一定是最好的太子。所以呢，太师你觉得你给的选择成立吗？哪怕是本王动了贪念，放过了许世光，太师你也会撕毁我们的合约，绝不可能扶持本王做太子。这一点，本王比太师你更清楚。好，你既然执意如此，那你便回去吧，给你的王妃收尸。王爷，不好了，你快回去看看王妃，她……清风是一路施展轻功而来的，就怕谢真见不到南宫印的最后一面。南宫印手握紧重拳，许太师听到清风的呼唤声，大笑不止。你的王妃情况似乎比你想象之中的更严重，不过也没关系，因儿你是多么狠心的人呢，怎么会在乎区区一个女人呢？许太师倒是不急了，现在该着急的人是南宫印。走。南宫印挥袖而去。谢真，谢真白着脸躺在床上，东方静被吓了一跳，差点把针扎歪了。南宫印，你干什么？不是说他不好了吗？他所理解的不好了吗？便是谢真要死了。
谁告诉你他不行了？东方先生，这不是你说的吗？哼，我可没这么说。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你不是说不在乎他的死活吗？你这么关心做什么？本王自然在乎他的死活。他若死，本王的骨不是没救了，本王是为了自己。你就继续死不承认吧。他以前可从来没有见过南宫印为谁着急，连他自己蛊毒发作，他都咬牙隐忍，毫不慌乱。他今天着急了，南宫印就是在自己骗自己。等着吧，他的毒并没有解，但是他已经没有了生命危险。此话什么意思？你这个王妃可是个奇人，在中了剧毒的情况下，他还能为自己解毒，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药，让他体内的毒性减少了大部分，所以他才没有了生命危险。他体内还剩下了一点余毒，用针引出来便好了。他自己解了毒？还是在昏迷的状况里，南宫印松了一口气，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谢真。他没事便好。我比你更惊讶，他到底是什么人？这种不可能的事情在他身上都能发生，纯粹就是阎王爷不想要他的命。聒噪！你继续给他施针引毒，要什么药材，王府里尽管取。南宫印，你在乎他的死活呀？你的话太多了。在乎？他什么时候会在乎一个女人的死活？他把心里那一丝沉重理解成他还有用，所以他不想失去一颗有用的棋子。宫印只放出了这一句，便离开了云霄院。不过谢真遇刺的消息却不胫而走，到处传开了。因为谢真的身份特殊，这一次遇刺，文帝也派人送来了补品，还派了宫里的太医给谢真治病。作为国母的皇后，自然也不可能不做任何的表示，也派人来慰问了她。一时之间，皇宫到七王府的人络绎不绝，往日最冷清的七王府突然就变得很热闹。来慰问他的人很多，自然也有打听情况的，但谁是真的希望他好起来，谁只是来看笑话的，王府的人心里明白。珍珍，你放心，祖母一定不会让你无辜受伤，谁敢伤你，就是和谢家作对。祖母会让你父亲好好去调查一番，叫老身查出来了，老身一定不放过他。老夫人这话也是对着南宫印说的，她也大概可以猜到是谁对谢真下手的。谢真中毒都是因为南宫印，但是南宫印并不想和许家交换解药，这分明就是要看着他的孙女去死。老夫人，这一次是本王没有保护好谢真。他这算是认错了，给老夫人一个交代。事实上，他贵为王爷，大可以不必这么做的，但是他很羡慕谢真，谢真至少还有这么关心他的老夫人。祖母，我想喝点水。你呀！老夫人恨铁不成钢，她何曾不知道谢真是在转移话题，转移话题又是为了谁呢？自然是南宫印。她这个孙女该不会真的对南宫印动心了吧？那就不好了。喝水。本王来。众人都愣了一下，谢真也惊住了，是南宫印吗？居然要喂他喝水。南宫印手扶着他的肩膀，一手接过谢满院的茶杯，茶杯递到他干裂起壳的唇边。谢真艰难地抿了一口，老夫人很是识物地招呼众人出去，把这个空间留给他们夫妻两个人。众人都退了出去，谢真挣扎着脱离南宫印的怀抱。别动。王爷，多谢你喂我喝水，但现在已经不必了。你在生气？生气本王没有选择救你吗？王爷说笑了，我怎么会和王爷您生气呢？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会做出和王爷您一样的选择，王爷您也不需要愧疚，毕竟我们只是合作的关系而已。我侥幸活了下来，王爷放心，我们的合作依旧有效。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如果真的解了王爷你的毒，还望王爷给我自由。你要本王休了你？南宫印的声音再次低沉了几分。不是你休了我，而是和离。你还要和本王和离？就因为这一次本王没有救你？谢真气不打一处来，他凭什么这么理所当然的觉得他还在闹脾气？他知不知道，如果他不救他，他又没办法救自己的话，他立刻就会成为一具尸体。凭什么他一点歉意都没有？不是，我怎么敢和王爷你生气呢？我的命算什么？当然比不过王爷你的计划。我对于王爷而言，我们不过是各取所需，所以王爷你还是快放开我吧，我可以自己喝水。南宫印非但没有松开他，反而扣紧了一些。王爷，奴婢来伺候王妃喝药吧。不必，本王亲自喂他。谁要你喂药了？我自己喝就是。你可是王爷，我不敢高攀你，还请王爷记得我们的合作关系，不要超出界限。谢真不顾手臂钻心一样的刺疼，憋着一口气推开他。王妃，我的天哪！起来，你是打算一直不起来了吗？你受伤太重，这里除了本王，素心可把你抱不起来。我自己爬，
谢真，你不要挑战本王的耐心，本王已经向你保证过了，下一次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感恩王爷的保证有几分可信，如果再有下次，说不定王爷你也依旧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许家人刺杀他，给他下毒，是为了对付他。他可怜的做了他们之间博弈的棋子。你不信？南宫印的耐心快要被耗尽了。这一次他知道是自己失礼，但他最终不是没事吗？其实他也并不会像告诉东方镜的那样放任他生死不管。如若不然，他去许家做什么？我觉得你这一次的行为根本没办法说信任2个字。南宫印看在眼里，陡然弯下腰，手指轻点了他的穴道。他当时就说不出来一个字了，就只能瞪大眼睛怒视着他。怪不得本王，谁叫你太聒噪了。谢真想要破口大骂，然而穴道被点了。南宫印见他一脸的怒火，他唇边带着隐隐的笑意。你放心，这一次你受的伤不会白受的，本王会让许时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谢真被点了穴道，全身僵硬的不能动弹。喝药。他把药碗端过来，谢真死死闭着嘴巴，就是不张开。你不喝药，本王便不解开你的穴道。你这个王八蛋，你太混蛋了！你在骂本王？这男人居然看得出来。那你便不要解开穴道了，喝药吧。谢真要是可以说话，都想要跳起来骂他一顿了，就是无法说话。他死死地瞪着他。你是不是真的不自己喝药？你是要本王对你来硬的吗？他居然想用嘴喂药，无耻、卑鄙、下流！谢真也怕这人真的用嘴喂药，他张开嘴巴。早些如此听话，不是便好了？谢真想揍他一顿，听你二大爷的话，也不知道是谁开的中药，苦死人了。他的5脏6腑都要被苦味折磨得翻江倒海的一般。南宫印顺手拿过一边的粽子糖，塞他的嘴里。谢真含住了粽子糖，才好过了那么一点。素心，你照顾好王妃。大魔头啊，你忘记给我点穴了，解穴呀，死人呐！南宫印对他的暗示视而不见，反而还笑道：你伤的不是胳膊吗？怎么眼睛也伤到了吗？要让东方来给你看看眼睛吗？谢真牙齿都咬得咯咯作响，哼，该死的臭男人！南宫印就那么堂而皇之的走了，他一直都没有解开他的穴道，只是走到门口，他说了一句话：半个时辰后自然就会解开，你好好休息，晚上本王再来看你。谁要你来看我？谁稀罕你看我？你倒是把穴道给我解开呀！王妃，您冷静一点，穴道会解开的。其实你也不要怪王爷，王爷还是担心王妃的。王爷抱您回来的时候，知道您中毒了，还给东方先生下了死命令，让他一定要救你。王爷还为了您去……谢真闭上眼睛，不想理素心。这丫头就知道为南宫印这个可恶的男人说话。南宫印担心他，倒是舍得他去送死。素心见他不想听，只能无奈的闭嘴。他们还真的没见过王爷紧张一个人，为什么王妃就是不相信呢？前厅里，南宫印让人招待老夫人一行人，他临时有事先行离开。谁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瑶光出现了。王爷您放心，王妃娘娘一定会平安无事的，您不用太过担心了。你以为你很懂本王的心意？妾身不敢。不敢？本王看你狗胆包天，既然这么了解本王，那你还来云霄院做什么？知道谢真是本王的人，那就给本王离他远点。王爷，妾身……嘘，本王喜欢听话的女人，对于不听话的女人，你应该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下场。凭什么？凭什么谢真可以有这么多人的爱护？这王妃的位置本来就是她的。王妃，王爷这么惦记你的身体，真是看不出来，王爷什么时候这么看重你了？是吗？这个看重你要不要？我知道你是在羞辱我。谢真心道，他可是什么都没说呀。行了，你也不用伺候我了。你要想见南宫烨，你大可以直接去找他，犯不着拿伺候我当幌子。竟叫你看出来了。谢真心想，果然是这样。记着接近他，靠近南宫印。我要是你，喜欢他就去追，藏着掖着干什么？大胆的追，总比你玩弄这些阴谋诡计好。你以为南宫印是什么人？他从小在宫里长大，他看不出你这些小心机吗？是了，这就是瑶光的小心思。他也没想到谢真会直接戳破。瑶光脸上瞬间无光，有种被戳破的心虚感。你以为你喜欢的男人，别人都喜欢吗？你不喜欢王爷？他是香伯伯吗？每个人都要喜欢他。他身上怕是镀了金子，我脑子被驴踢了才会喜欢他。全天下的男人死光了，我都不会喜欢他。谢真一口气说完。谢真，你给本王再说一次。这男人怎么走路都没有声音的？他看到南宫印，竟然不知道该做出什么表情才好。瑶光幸灾乐祸，柔柔的道：王爷，既然王妃没有……闭嘴，你出去。瑶光的脸色一白，笑容就那么僵在脸上。虽说南宫印的语气不算很差，
但是瑶光却是接受不了的，他还想借此挑拨一下他们的关系。王爷那么英明神武的男人，听到谢珍说看不上他，贬低他，他必然会动怒。如今叫他出去，也是因为发怒了吗？是不是马上就要惩罚谢珍了呢？你刚才说了什么？谁脑子被驴踢了？这个女人居然敢这么背地里说他！是我脑子被驴踢了。那又是谁说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不是，你听错了，我说的是全天下的男人在我眼里也比不过王爷你一个人。是吗？本王怎么没看出来？本王在你心里这么好呢。东方，进来。王妃，刮肉有点痛，你忍着点儿。你说什么？刮肉？是啊，你的伤口那里的肉都腐烂了，必须要刮掉，否则毒素就无法彻底的清除。能不能等一会儿？好歹让他弄一支麻药，把自己给迷倒了再说呀，他怕疼。等什么？有什么好等的？东方这是为了救你的命。我不。东方，动手吧。南宫夜，你又点我的穴道。骂吧，除非你想让我把你的哑穴也点了。你好卑鄙！这是为你好。我看你是想害我。东方静也不啰嗦，谢珍这个情况必须要尽快处理，否则谢珍的手臂就别想要了。时间一点点的流逝，在东方静下第二刀的时候，你要是觉得疼，他把手腕伸到谢珍的唇边。你干什么？若是觉得疼，便咬本王的手。谢珍这个时候都想不了那么多了，他只知道咬着他的手的确是会好过一点。谢珍，他应当是很疼的。这一次的事情是他理亏，是他对不起他。他现在咬得越狠，咬得越深，他心中的愧疚才不会那么深。好了，你没什么大碍了。王妃娘娘，这毒可是天下制毒之一，就连制药的药方都失传了那么多年，解药更是不可曾有。你是怎么在几个时辰之内就为自己配出解药的呢？独门秘方，不能外传。独门秘方？那你师傅……好了，你可以出去了。我就是问问他怎么解毒的，你犯不着赶我走吧？他需要休息。好，我这就走。我知道你口是心非，明明心疼人家，却不敢说出来。滚！我是人，可是不会滚的，我只会从这里走出去。他笑得很欠扁，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房间。谢珍气得又咳嗽了起来。你还不走？走？这里是本王的云霄院啊，你打算让本王去什么地方休息？是啊，他住的可是他的地方，他还要让人家走。你倒是说说，本王该去什么地方休息？我想瑶光夫人的听雨阁是很欢迎王爷你的。听雨阁？你这么巴巴的赶本王去瑶光的听雨阁？你故意提他，你莫不是生气了？你在吃醋吗？你说我吃醋？难道你没有吃醋？我没有。他什么时候吃醋了？他哪只眼睛看到他吃醋了？既然没有，那你赶本王走做什么？我只是觉得我现在有伤在身，我的睡相也十分不好，到时候被我踹到床底下就不好了。无妨，本王睡眠浅，并不会被你踹下来。可是这床太小了，睡不下。哦，原来你在乎的是这个问题，是床小了呀？你想到哪里去了？本王并没有想，而是你在想。本王知道你说这床小。南宫夜，我没有那么想，是你在那么想，你不要蒙骗我。好，是本王在那么想。放心，本王明日便让人送一架大床过来，一定会满足王妃。南宫夜，他握拳，眼睛瞪得和铜铃一样大。这该死的狗男人，是不是要气死人？至于吗？时候不早了，你好生休息吧。本王先走了，得空再来看你。谢珍听说他要走，顿时就放心了。走，快走吧，免得把他心脏病给气出来了。许家的事情，本王言出必行，必定会给你一个交代。3天之后，本王让人拿下许时光的一只手臂，那只手臂就作为给你的补偿，如何？我知道了，你快走吧。你不满意？我没有不满意，随便你怎么做。他以为他还在生气，是想要许时光的一条命。哎呀，你不知道要尊重别人吗？本王知道这次是委屈你了，但目前许家不好动，要他一只手臂比杀了他更让他痛苦。好，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可以放开我了？这一次我们算两清了，你回去包扎你的伤口吧。南宫翊蓦然听到，神色也跟着怔住，缓了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什么。本王的伤没事，不过是咬伤而已，在他眼里根本就不算。好吧，他都这么说了，他还能说什么？那就他自己扛着吧。许世光残害百姓，证据确凿，贬为庶民，将他流放到沙城去做苦役，修建边防。皇后知道你的蛊毒，竟是让你去护送许时光。京城到沙城，一来一回都要半个月。南宫翊的蛊虫就是这2天发作了。许皇后是真的要把南宫翊往绝路上逼呀！半个月，
没有冷泉寒气的压制，南宫印若是蛊毒发作了，那不是任人宰割了吗？把你的药丸给本王备好。你想好了，吃药不仅会压制蛊毒，也会压制你的内力。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但这一次不一样，你是要离开半个月，皇后应当知道什么，否则不会特意去求圣旨，让你去护送。说不定这就是许家准备对付你了。好一个一箭双雕之计！派他去护送，一是想在路上对付他，趁他病要他命；二便是许世光如果在路上出了什么事儿，许家便会给他安上一个不利的罪名，似乎真的是危险重重呢。本王一走至少半月才归。王府里，你务必要护好谢真，解毒的事情传了出去，许家同样不会放过他。你放心，我会做到我的承诺。谢真，就是因为你，王爷才会对付许世光。现在许家彻底被王爷得罪了，边关路途遥远，他们会对王爷下手的。因为我，亏你还在南宫印身边伺候了这么多年，看来你是真的一点都不了解南宫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以为就算没有我，他会甘心被许家压制吗？还是你以为只要他继续窝囊下去，许家就会饶过他？你是不是在做梦？你闭嘴！分明就是因为你，你现在还想推卸责任？我推卸责任？瑶光，你别忘了，你是什么身份，本王妃又是什么身份？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训斥本王妃？哼，是啊，您是王妃，高高在上的王妃，您最好是祈祷您一直坐在这个位置上。素仙，快进来。王妃，奴婢端药去了，您还有什么吩咐吗？王爷呢？哦，王爷在书房里和自己对弈。他还有这个兴趣爱好？这都什么时候了，南宫印还能定下心来自己和自己下棋？这份心性啊，他谢真还真的是佩服不已。王妃是要见王爷吗？奴婢去请王爷。你别，我自己去见他。他和他现在是合作关系，他这一路凶险无比，他要是死在路上，他也得任人鱼肉。南宫印，你不说话，我进来了啊！话音才落，屋子里传来什么东西倒地的声音。谢真心中一颤，下意识的就推开门，一进去就看到书桌边的一滩鲜血。南宫印，找南宫印那个窝囊废，你还敢来王府？这个男人不是别人，是没戴面具的南宫印。这张脸便是他本来的脸，冰冷俊美，宛若一座冰山，精雕细琢出来的，那么贵不可言。我怎么不敢来王府？南宫印拦不住我，是我的手下败将，你又能怎么样？南宫印呢？你把他怎么样了？哼，真是个没眼光的女人！你可别告诉我，你担心那个丑八怪，那不过是一个废物。你若再侮辱他，那便不是一巴掌这么简单。这个女人居然打了他一巴掌，谁叫你侮辱南宫印的？他对你不好吧？这次差点害死你，看你中毒也不救你，你这么为他说话，图什么？关你什么事？你来王府干什么？来看什么？当然是来伤南宫印的。也来得不巧，居然被他给逃了。你跟着他那个窝囊废是没有什么前程的，你不如跟我走。他能给你的，我也能；他不能给你的，我还是能给你。入了我济世堂，做了我的人，你想练什么药方都有。大好年华，何必搭在一个病鬼身上呢？你以为你和他比起来，你有多好吗？你说什么？我还比不过一个病鬼？你当然比不过他，在我眼里，他就是哪里都不好，但哪里都比你好。这个男人白瞎了一张俊美的脸庞，就是一个风流鬼，他才不屑这种男人。南宫印是不好，但可比这个采花贼靠谱的多呀。我警告你，不许伤害南宫印。那个病鬼还真是艳福不浅。好，看在你这么维护他的份上，这次我先饶过那个病鬼。谢真没找到南宫印，以为他是受伤了，便折返出去找人。王爷，您这么玩下去，王妃迟早会知道的。知道又如何？不过你说他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啊？什么问题？他竟然说本王很好，竟然为了本王打人，在外人面前那么的维护本王，他就一点儿都不怕死吗？王爷，如果您真的担心王妃的安全，那不如就带王妃一起去边关。本王什么时候说担心他了？谢真找过去的时候，南宫印正捂着胸口，难受的坐在走廊下。南宫印，你是不是受伤了？他站在他的面前，眼底都是急切之色。南宫印差点演不下去，他没有受伤，那一滩血不过是蛊虫发作的原因而已。你怎么来了？你先别说话，你是不是遇刺了？无事，一不小心被那贼人伤了。我就知道是那个人，总有一天我要抓住他，好好的折磨他。你是不是要去边关？哦，明日便出发。你能带我一起去吗？带你一起去？你疯了？谢真可不能告诉他自己想跟他一起去，是因为脑海里的芯片在他受伤的时候可以救他。不能，本王不能带你去，边关路途遥远。他的意思很直白了，带上你就等同于是一个累赘，是个拖油瓶，只要长了脑子都不会带麻烦。行，你不带我去便算了。哼，他是想救他的，他不愿意，他还凑上去干什么？他闲得慌。王爷，宫里传来了皇后的旨意，您离府之后，王妃立即入宫为皇后。
你说什么？许皇后不是身体好好的吗？是，宫里的太监还没走，还等着王妃出去接旨。我不要入宫去。皇后那么恨我，我呸！错了，皇后那么恨南宫印，处处为难南宫印。南宫印去边关押送许时光，就是许皇后的主意。如果南宫印敢在路上对许时光做什么，在宫里的他，那就是一个字：惨。即使母后下旨，你是躲不过去的。啊，那我只能入宫。谢真生无可恋，要是许皇后对他动手怎么办？南宫印深深地望着他，在宫里能够护住你的人，只有长乐殿。他的父皇是不会为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王妃而去得罪许家的。皇祖母最疼爱南宫薄，你若是去宫里有什么事，本王鞭长莫及。但是皇祖母会保护一切对南宫薄有用的人。谢真可以缓解风急，只要拿捏得当，太后是不会袖手旁观的。哦，那我明白了。城门口，许时光被关押在囚车上。你害我儿，许家的人是不会放过你的，你这个祸害！这位是许大夫人吧？许家的教养便是如此吗？说起来，许家小公子能犯下这样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不是我们王爷要害他，而是他自作孽不可活。我们王爷不过是替天行道。许大夫人，您当初要是把小公子教好了，也不至于有今天的灾祸。你把什么都怪到我们王爷头上，你当我们王爷好欺负吗？你想要为他出头，你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吧。哼，本夫人看你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这暗指的是皇后携他入宫这件事情。不提还好，一提起来，谢真心中也满是火气。受够了吗，爱妃？谢真的身躯一颤，难以置信地看向他。什么？他叫他爱妃？他是不是吃错药了？有什么好争辩的？下次碰到这么不会说话的人，拿你精心制作的毒药把人毒哑就是。我们王府的人做事一向不喜欢拖拖拉拉，明白吗？哑巴便不会说话，也不需要学人说话，你说是不是？南宫印轻飘飘的几句话，就让许大夫人偃旗息鼓了。不必送了，回去了。记住本王昨日告诉你的话。谢真心中莫名的一暖，他点头应下。你放心，我都会记住的。他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一旦有问题，在宫里无法自保了，便去长乐殿寻求太后的庇护。南宫夜，你还有事？你那个路上小心。本王知道了。谢真无奈，这男人就是这个狗态度吗？是不是太冷漠了一点？他一时间不知道还要不要说什么，所以有些发愣。他在雨中没走，他自然也没有策马离开，等了好久。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没了。他蓦然回神，心口一阵发紧。既然没有，那你为何还不走？我这就走。雨水继续下着，从树叶间隙之间坠下来。南宫印不再看他，策马直行。他的身影在漫天雨幕里缓缓消失。南宫印，你要平安回来。当南宫印押送许时光离开之后，他有些不习惯了。亲王府好像一夕之间就空了下来，就连东方镜也不知道去哪里了。交房殿，谢真一进去就双膝下跪给许皇后请安。退下吧。谢真听到这话都很震惊，许皇后就这么放过他了？然而当秦姑让他端着一盆水在后院里练习站姿的时候，谢真只觉得自己是想多了。谢真，你知道本宫为什么要召你入宫？为什么？这一切都是因为本宫的好儿子，他若对你没什么心思，本宫还懒得动你。他如今翅膀硬了，敢忤逆本宫，你要怪就怪他吧，谁叫他在乎你的死活呢？南宫印在乎我？这皇后怎么也和素心一样，眼睛都出了问题了呢？他若是真的不在乎你，对你不上心，他怎么会去太师府要解药？他去太师府要解药了？是啊，为了要解药，连太子之位都不屑一顾呢。他不敢相信许皇后说的是真的吗？南宫印他也并没有那么狠心，是不是？他也曾想过救他，而不是直接就舍弃了他。所以你是骗不过我的，本宫是动不了你，但折磨人的办法，这交房殿多的是。今日你就给本宫在这里好好的站着。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算计他？为什么你要这样对待你的孩子？他不是你的儿子吗？许皇后的身影在雨中停顿了片刻，但她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谢真的话。谢真第二天发了高热，因为昨天淋了太久的雨，芯片自动出库了退烧药。他可不指望皇后找太医给他看病，他自己吃了药。本来以为皇后应该会停歇几天，秦姑又来吩咐他：姬王妃，皇后娘娘让您抄写佛经10遍，3天之后奴才来取。昨天让他举盆，今天让他抄佛经，而且这佛经还这么厚，还要不要人活了？许皇后这一招真的是狠，外人还挑不出错来。吃了饭便强打起精神，坐在书案后开始抄写佛经。
他高估了自己的意志力，退烧药本就有嗜睡的作用，还没写几个字呢，他又昏昏沉沉的趴在书桌上睡了过去。谢珍睡得太死，就连有人从窗户那儿翻身而进，他都没有丝毫察觉。在宫里被欺负成这样了，你还睡得着？如果谢珍此时醒着，一定被吓得不轻。眼前站在他身边的人，可不就是那个昨天离开京城的南宫印吗？他并没有离开京城，离开京城的是他的手下燕一。哎呀，你倒是睡得香啊！又是你！他是不是阴魂不散？这人到底有什么通天的本领？去王府也就算了，这可是皇宫呀，他怎么也能这么轻易的进来呢？我出现在这里，你见到我，你不开心吗？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连宫里你都能进来？你可别乱说，我见到你一点都不开心。别说的他们好像有什么关系似的。滚出去！你再不滚，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要喊人便喊进来，我便坐在这里。你不如喊得大声一点，把交房殿外所有的工人都喊进来，也好让他们看看七王妃如何和一个男人私相授受的。他气得咬牙，算我看了你了，你到底想怎么样？找你是有一事相商。哼，没想到你也有事情要求我。上次你在王府里医治我，用的是什么药？冷泉的药我拿不出来，但是我可以救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救你，作为交换的条件，我要南宫印活着回来。这一刹那，南宫印差点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你说什么？他那么对你，你还要我救他？你难道不应该希望他死了吗？他不知道自己是用什么声音说出来这些话的，只知道这一刻他带给他的感觉是从未有过的陌生。谁告诉你我恨不得他死了？他有些时候是很讨厌，但是我并不希望他死。我觉得他很好，真的很好。在这个权谋遍布的封建王朝里，南宫印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人了。他之前也算是身不由己，但很多时候还是护过他的。接着，这是什么东西？举了那么久的水盆，这是缓解手臂酸痛的。皇后还等着你抄写佛经，你自求多福吧。你是来给我送药的？我还得靠你医治我，自然得护着你一点。你放心，南宫印不会死，他会活着回来。这几个字相当于是给谢珍吃了一剂定心丸。七王妃，十一公主请您去藏书阁一见。你说谁？十一公主？那个刁蛮公主请她去藏书阁。刁蛮公主又想做什么？是你。冒犯七皇嫂了，是我以11妹的名义让皇嫂过来一见的。打开看看。这些都是？这是皇嫂所抄写的那一本佛经，我已经悉数抄写出来，皇嫂可以放心的拿去交给皇后娘娘。你抄了多久？不久，1天1夜而已。1天1夜？你不睡觉的吗？皇嫂冒着生命危险救我和母亲，抄写佛经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你了，但是这佛经我不能交给皇后，如果她发现是你帮我抄的，说不定到时候就不是为难我一个人了，连你也要受到连累。好，这是宫里最好的伤药，可以缓解手臂酸痛的，你抄经书之后可以用一些。谢珍一看，这怎么莫名的眼熟？怎么了？你说这药膏是宫中最好的伤药？是。那这药膏什么人会有呢？这个不太好说，这药膏虽是宫中的，但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皇祖母、皇上、皇后，有身份地位的人几乎都有。他真的是白高兴了。他本来以为自己可以探到一点那个人的身份线索，现在看来这条路根本就行不通。唯一可以断定的是那个人和宫里的人有着一些关系。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随便问问。哎，你能帮我想办法弄到曼陀罗花吗？你是说你可以制造出这种药？只要你给我曼陀罗花，我就能制作出来。这件事情我会解决。你可许家？他不免想到了文帝的警告，文帝可是警告过他，不希望他治好韩王府的人。你不必管了，这事我会解决。哦，好。你对这藏书阁很熟悉吗？你想做什么？我想找一些医药宝典回去看看。虽然他学的是西医，但是中医博大精深，在古代技多不压身呢，他也不能总是依赖芯片。我知道，我带你过去。砰砰砰！南宫薄的身体撞倒了一大片的书架，眼看着书架就要倒下来砸到南宫薄。小心！他冷不防地扑上去，用身体作为肉盾，把地上的南宫薄抱住。谢珍，快爬出去啊！眼看着他承受不住书架的重量，倏然之间，一白皙修长的手掌忽然就那么出现。南宫印，你回来了。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他玩味一笑，有些邪恶地低下头，保准吻在谢珍的额头上。我是他的人。住口！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七王妃，是皇室的人，你胆敢轻薄他？与你何关？长乐殿，带路，我送他过去。青才目瞪口呆，看看南宫印，又看看南宫薄。是的，他是。青才，带路。今天的事情不能让任何人发现。
否则又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了。他对南宫薄的话嗤之以鼻，今天的事情是不可能隐瞒下去的。一想起这个女人为了救别的男人而受伤，他心中尽是无名怒火。要不是看在他受伤的份上，他都想把人丢下去。长乐殿的偏殿里，浑身是血的谢真已经被南宫印放在床榻上。皇祖母，快请太医来。宝儿，你是不是受伤了？谁伤的你？不是，这不是我的血，是谢真的。皇祖母，你快别问了，请太医吧。太后回了神，连忙喊人去请太医。只要不是南宫薄受伤了，那就好。等等，太后眼角余光扫过床榻边的另外一个人，他的身躯又是一震。你怎会在这里？南宫薄一惊，顿时看过去，这神秘人冲出来救谢真，已经让他很惊奇了。可是看皇祖母这模样，似乎皇祖母也认识他。可他是谁？什么人能让皇祖母脸色大变？你跟哀家出来，这里是你该来的地方吗？内殿里，太后沉着脸色屏退了宫里的所有宫人。老七，你是不是嫌你的命太长了？你最好是给哀家一个完整的解释，否则你是不是要气死哀家呀？你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想对你下手吗？太后的语气开始很凌厉，最后她双眼泛泪光了。南宫一取下面具，跪了下去。皇祖母，孙儿知错，这事儿孙儿可以慢慢向您解释，但谢真她不能死。哀家是喜欢那个女娃娃，但是对哀家来说，你才是最重要的呀。太后一想到现在这么多人要对付南宫印，就心痛到不行了。她身为太后，却无法保护自己的孙子。南宫薄是一个，南宫印又是一个。什么时候皇家才能停止这种残酷的斗争？你现在立刻去上清殿，去你皇祖父那里。孙儿自会有办法脱身。你脱身？你能有什么办法？你的处境，哀家比你更清楚。没事，既然孙儿敢留下来，那必定就有万全之策。好，哀家现在是管不了你了。谢真，哀家会护着他。你现在立刻离开这里，哀家会想办法糊弄过去。当务之急是要给南宫印这个神秘人一个新的身份，否则闹到皇帝和皇后面前去了，一切就又是另外一番模样了。皇祖母，好了，你知道哀家心疼你，你就把你这条命给哀家好好的留着，哀家还等着看你站起来。孙儿告退。南宫一得了太后的承诺，便不在这里多逗留。他又戴上面具，一身黑衣，悄然隐去。谢真的情况危急，既说是11公主叫他去藏书阁的，那么太后也对外这样说，只是恰好救了在藏书阁看书的南宫薄。太后，齐王妃虽说受伤严重，但是好在没有伤及内脏，只是严重的外伤，只需要好好静养便是。当真没事？太后且放宽心。得到太医肯定的答复，太后也就放心了。谢真没有生命危险便好，如此老七也就不会担心了，宝儿更不会因此内疚。皇祖母，孙儿很羞愧。你羞愧什么？这和你无关。你放心，他救了你，哀家会好好奖赏他的。南宫薄苍白的嘴唇动了动，到底是什么都没有说出来。如果不是谢真，他这病弱残破的身体早就被压得一口气都没了。谢真为什么能豁出性命去救他呢？就在老宫女出去之后，窗外悄然翻进来一道人影，这不是别人，正是去而复返的南宫印。房间里浓重的血腥味让他心中一沉，他是马上要出宫的，可还是放心不下。他知道他是活该，但罢了。趁无人发现，一手端过一边的药丸，他把所有的药汁都悉数喝到了口中，紧接着他弯身靠近谢真，药汁尽数渡到了他的嘴里。谢真被这一响给惊醒，他的思绪本还是模糊的，可下一瞬唇上的异样感让他惊醒，他错愕地瞪大眼睛，他是在做梦吗？梦里竟然有人在吻他，是不是他单身太久了，居然还做起这样？这时候苦涩的药汁强行渡到了他的口中，谢真的呼吸和心跳都被他夺走了。等到谢真反应过来，拼命的挣扎，他居然不是，他都以为自己是被书架砸傻了。既然王妃喝不进去药，那就灌进去。意识到有人来了，男人眼底闪过一抹晦暗之色，在宫女推门进去的瞬间，他已经再次离开。离开之前还顺手带走了南宫薄抄的佛经。谢真傻了，这个男人，他居然吻她，他该不是个变态吧？睡着了偷亲他？不对，他为什么还要带走南宫薄的佛经呢？谢真脑子短路了，空白一片，唯独他唇瓣上的滚烫在提醒着他，刚才在他昏迷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宫女倒是没有怀疑什么，只是惊喜道：“王妃醒来了！奴婢这就去告诉太后娘娘。”宫女一阵风似的跑了。谢真风中凌乱，他是谁？他在哪儿？南宫印已经拿着太上皇的令牌，装作太上皇的暗卫离开了皇宫。就算他父皇调查到他出现在藏书阁，就凭他是皇祖父的暗卫，他父皇也不会再继续调查下去。他回到济世堂，顺手就用内力把佛经全部都摧毁了。南宫薄为他抄佛经，他该不会是被这佛经感动得一塌糊涂，所以舍命相救吧？入宫本是找他治蛊的，没想到倒是救了他，阴差阳错的碰到他出事。早知道啊，就不进宫了。南宫印再一次翻窗进来。你这是什么眼神？你说我是什么眼神？你不欢迎我。你哪只眼睛看出来我欢迎你了？你不欢迎我，我偏偏要来。在那个时候，你可没有对我这么冷淡的。你给我闭嘴！你还有脸说是谁趁人之危偷亲我？你以为我想亲你？我那是为了给你喂药。你要是因为喝不进去药死在我的面前，我找谁要债去？谁要你喂药了？这么说，你是在怪我多管闲事了？你这个女人就这么没心肝吗？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在书架倒塌的时候救了你，就凭我救了你，你不应该以身相许吗？有一说一，你救我不过是建立在我们合作的基础上，我给你的回报是我的药，你不要把恩情和利益混为一谈。我现在这个样子也没办法吃药，等我好起来，我答应你的东西我是不会忘的。你是不是可以走了？你这么急着赶我走，看来你是不想知道南宫印的消息了。你有他的消息了？这一刻，谢真眼底的光亮得惊人，宛若彩虹一样绚烂又夺目。你就那么想知道他的下落，那么在乎？我是他的王妃，关心他在乎他，难道不是应该的？他被问住了，也不是第一次听到他这样的回答，只是每一次他的内心都会因为这句话而震荡。你放心，虽然有几波杀手刺杀他，他只是受了一些轻伤，没有生命危险。受伤的人是天一，也不是他。那就好。南宫印有什么好？你这么在乎他？他可是皇室里最不受宠的王爷，连他的父母都舍弃了他。你要是不嫁给他，说不定以后还能捞个皇后当呢。可你嫁给了他，这一辈子怕是都没有这个希望了。你为什么觉得当皇后很好呢？就算当皇帝也不见得那么得意啊。对一个人的喜欢和他的身份地位都无关，喜欢那个人只是因为那个人恰好就是他。就算他做了皇帝，我不喜欢他，还是照样看不上。你承认你喜欢他了？我只是打个比方，我怕你不懂，我解释给你听啊。解释就是掩饰。不是，你听我说。哎，不对，你是谁？我为什么要和你讨论这个问题？谢真，我告诉你我的名字，阿契。阿契，放弃的弃，怎么会有人叫这样的名字呢？阿契。是的，他的人生就是被人放弃的，所以他叫弃。不过以后什么？没什么，你好生休养。可他才走到窗边，刚要提起内力，倏然间五脏六腑一阵剧痛。糟糕，蛊虫怎么在这个时候发作了？他来之前分明就服用过了东方给的药丸，连1刻钟都压制不了吗？但这蛊虫还有另外一个效果，那就是发作的时候会催发他心底隐藏的欲望。给他下这种蛊的人，就是希望让他变成一个废物。可他不能让这恶心的蛊虫主导自己的身体，他不要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他试图像以前每一次一样，用内力去压制蛊虫的发作。不过这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好，既然内力无法压制，他眼底陡然闪过一抹残忍的光。你疯了！他没事拿刀捅他自己做什么？他强迫自己不去看谢真，想要快速的离开这个地方，但他太弱了，这个时候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这个时候只有撕心裂肺的痛才能让他保持清醒。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他突然不说话了，因为芯片又开始叫了起来。他受伤了，所以脑海里芯片识别到了。但有这么搞笑吗？芯片居然要出库镇定剂！镇定剂！他看他那么难受，立刻选择了接受。可这情况，他得过去给他打针呢，否则他要是疯下去，再给他自己几刀怎么办？谢真真的，他这个伤残人士下床都困难，还要走过去给他打针，那不是在玩他吗？不过埋怨归埋怨，谢真还是不能见死不救的。喂，你去哪里？他没有回头，像是躲避洪水猛兽一样往外走。回去。你不是受伤了吗？想要我治你，你就坐在那里别动。不需要。你不需要。他的手臂血流不止，可是似乎那手臂的伤口不是让他痛苦的原因。他看上去既清醒又疯狂，带着一丝冷酷的很。他也不想热脸贴冷屁股，但是芯片一直在警告他，他要是不救人，等会儿受苦的就是他了。你站住！谢真提起呼吸。不许走！我说的是你。滚开！
你以为你能救我吗？你救我几次，我也不是狼心狗肺的人。我现在就还你的恩情。你救我？好啊，那你知道怎么样才能救我吗？放手！说话就说话，动什么手啊？你不是要救我吗？谢真，做我的女人。他的眼睛里有一丝惊恐。做他的女人？他看他是病糊涂了。他神色一敛，藏在背后的手已经悄悄准备好了针管。做你的女人？做你的女人有什么好处？南宫夜一怔，赤红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你想背叛南宫夜？他心中陡然就又生出了一股无名的怒火。背叛？谢真竟要背叛他？谢真可没有功夫搭理他，动作快准狠地把针管扎入他的身体里。南宫夜的身体一痛，他顿时就明白自己是中计了。这次他又给他打的什么东西？现在真的是想要再一次的掐死这个女人。这针管注入的药对你的身体没什么伤害，它只是镇定剂，让你安静下来而已。你在这里好好蹲着，睡一觉就好了。给我解药，我必须要离开这里。他不确定他说的什么镇定剂是否能够压制他的蛊虫，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皇宫。没有解药，你还是好好睡一觉。这药性也很快，南宫夜很快就没了力气，奄奄一息地躺在地板上。唉，他就这么睡了，手臂上的伤口还在流血，也没有包扎。要是伤口感染发烧就惨了。没办法，他最终还是败给了自己的同情心。不仅如此，刀伤下面一点好像还有伤。他弯下头细看，发现那伤有点像是牙印，但已经在溃烂了。他武功这么厉害，还能被人给咬伤了？谢真大脑一时短路，竟是没想到南宫印被他咬过。事实上，就算他想起了，也不会觉得这个人是南宫印，因为咬伤不需要任何的处理，只要几天就能痊愈，不可能变得这么严重的。放手！他挣扎了几下，这一下他不仅没有挣脱开，反而他的身体失去了平衡，就那么扑下去。眼睛里是他放大的绝世容颜。谢真，不要背叛我！谢真脑子猛地炸开了。不要背叛他。南宫印在半梦半醒之间说的这话，完全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现在是阿契，而不是南宫印。他是以南宫印的身份说出这话的，潜意识的他竟惧怕别人的背叛。你什么意思啊？他摸了摸自己的额头，那里的温度是正常的，可他的心怎么动得那么厉害？谢真试图再次推开他，从他身上爬起来，但他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哪怕他受伤了，他都不是他对手，他挣不过他。最后也累了，索性就靠在他的身上，沉沉地睡了过去。他就把他当作人肉垫子算了。等他再次醒来，不仅雨停了，还是第二天的中午了。王妃娘娘，今天不必害怕喝药，太后娘娘命奴婢们准备了粽子糖。粽子糖？谢真惊讶，他记得上一次在王府里，南宫印就用粽子糖哄过他。是的，太后娘娘说，七王爷小时候就最爱吃粽子糖，每次喝药都要吃好几颗。七王爷的牙还坏了呢，成日哭。谢真也忍不住笑了。南宫印那么冷酷的一个男人，他实在很难想象出来牙齿坏了的模样。小时候的南宫印不也是可可爱爱的吗？谢真的心情好了一点，咬着牙喝完药，也吃了好几颗粽子糖，他的嘴巴这才不那么苦涩了。王妃娘娘，谢统领前来见您。谢真纳闷，谢统领又是谁？宫女解释了，他才知道是谢天宇，谢真的亲哥哥。既然是亲哥哥，那是不能不见的。妹妹，你的伤势如何了？还好，死不了的。妹妹，怎可如此说话？你会平安的。哥哥放心，我是说笑的而已。拿生死之事说笑，不能再有下一次。下一次，你得先保住你自身，才能施救于别人。谢天宇是知道文帝容不下南宫薄和韩王的，心想这一次自己妹妹救了南宫薄，只怕文帝不喜。哥哥怎么想起来看我了？你是我妹妹，你在宫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做哥哥的理当来看。那就多谢哥哥了。再过几天，便是无双嫁入东宫的日子，到时候哥哥来接你去参加喜宴。既然哥哥都这么说了，那我便去吧。他还正愁没有机会参加喜宴呢，谢天宇来接他，正好不过。谢无双想要爬起来做人上人，怎么也是该付出点代价的。殿下，顾怀生虽然满腹经纶，是个有才之士，但他和谢真感情极好。他若是考取了状元，日后也只会成为那个丑八怪的助力。他要是知道我们这么欺负谢真，一定会找他报仇的。你的意思是？南宫允皱眉，谢无双眼神一狠，当然是一不做二不休。他可是你亲哥呀。殿下，在无双的心里，只有殿下才是无双的依靠。顾怀生是我亲哥哥又如何？我怎么能让他帮着丑八怪来对付殿下呢？为了殿下，亲哥哥算什么？顾怀生，你必须死啊！你的身体里不配流淌和我一样的血。婚礼的前一天晚上，
谢天宇果真亲自来太后的宫里，请她回去参加谢无双的喜宴。太后没有不答应的理由，放人出宫。妹妹，明天就是我的大好日子，这是一件喜事，所以我也要送你一件礼物。她神秘地从胸前拿出了一张纸，纸张上用血写了3个大字：顾无忧。凌厉大气的字迹映入眼帘，熟悉感猛然撞在谢真的脑海里。谢无双，你对他做了什么？妹妹，你怎么了？你说的他是谁啊？谢无双，你少给本王妃装糊涂！我告诉你，如果顾怀生有什么不测，我不会放过你。妹妹，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误会我了？我只是想让我的哥哥来参加婚礼仪式，我怎么会对他做什么呢？有没有误会？我心里比你更清楚。谢无双，你最好不要挑战我的底线。谢真闭上眼睛，都是那一张带血的纸。除了顾怀生，谁还会这么称呼他为顾无忧？这顿饭我吃不下去，你们慢慢享用。你给我站住！你每次一回来，谢家便不得安生，无双都要被你欺负哭。不过是一个穷乡僻壤的穷书生，也值得你们为他吵架。他不是外人，他是我的哥哥。你们以为我回到谢家就是谢家的人了吗？在我眼里，我是顾无忧，我是顾怀生的妹妹，独一无二的妹妹。你们对我而言才是外人，谁杀他，我就……谢真受到了原主残留的情绪，所以激动之下说出了这一番话。他不想要别人看清顾怀生，哪怕是谢夫人也不能。这不是他的情绪，而是真正的谢真。他哪怕是死了，他心中依旧无法放下顾怀生。无忧，等哥哥考取了功名，哥就带无忧去京城找你的家人。无忧，哪怕找不到你的家人也不要紧，哥会一直当你的家人。无忧，哥哥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白糖糕。哥哥最好了。那你喜不喜欢哥哥？无忧最喜欢哥哥了。哥哥也喜欢无忧。谢真被这该死的记忆折磨得十分的痛苦。谢真，怎么？你这是急着去为你的哥哥收尸吗？你想要知道他在哪里，我也可以告诉你，但你求我呀。谢无双，你是什么人？我比你更清楚。就算我跪下来求你，你也不会放过他，更不会告诉我他的下落。就算你什么都知道，可你又能怎么样呢？你要不要给他收尸？你要是不需要，那我就让人把他的尸体剁碎了喂狗。谢无双，你真的不是人！你这个贱人！谢真收好麻药枪，这是留着防身的，今天看来还是有用的。我是贱人，你是什么？你是畜生！你听好了，刚才我已经给你下毒了，很快你的手臂就会麻木到失去知觉，毒素会快速蔓延到你身体的其他部分。你要是不想少手少脚的出嫁，就把它给我交出来。我哥哥掉一根头发丝，我就会要你一条手臂。妹妹，求求你放过我吧，好不好？又开始演了吗？要不要把他们都叫来看看，你是怎么装柔弱，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的？妹妹，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是真心的要求你原谅，你放过我吧。我嫁给太子妃侧妃是皇后指婚的，你难道想谢家被皇后问罪吗？你拿皇后压我？很抱歉，今天就是皇帝来了，我也不可能放过你。放人，我最后再说一次，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为什么总是要把脏水往我身上泼呢？住手！无双是你的姐姐，你居然逼她给你下跪，你还要当众打她。她都已经说了，顾怀生和她没关系，你还不肯罢休？你们都给我站住！谁敢再进一步，我要谢无双的命！既然顾怀生不在他手里，那就请太子来。为了你这点破事儿，你还要惊动太子？我已经豁出去了，去告诉太子殿下，我哥哥失踪了。他若是不把我哥哥找到送过来，谢无双就会少一只手臂。妹妹，你冷静一下，不要乱来。这样，你若是信我，我亲自去找人，带着谢家的府兵去，这样你可以放心了吗？谢天宇是个直肠子，不懂这里面的弯弯绕绕，一心只要找到顾怀生来救谢无双。谢无双恨得咬牙，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希望于他的杀手在谢天宇找到顾怀生之前先杀了顾怀生。谢无双千算万算都不会算的，他和南宫米花重金找的杀手居然是青铜门的，而青铜门的门主正是南宫印师爷。南宫印非但没有杀顾怀生，他还顺手救了顾怀生。这另外一波要对付顾怀生的人是许太师的人。南宫印知道他的母后也和他一样怀疑谢真了，所以才会抓走顾怀生这个最有力的证人。要证明谢真不是谢真，最了解他的人只有顾怀生。你就是顾怀生？你救我，却不知道我是谁，这就是你对救命恩人的态度吗？救命恩人，阁下便是有人买来杀我的人。至于你最后收手了，那无非是你发现我活着比死了对你更有用。你都知道？自然是知道的。不知道门主想要在下为你做什么？你都能猜到我是谁，那么我要做什么，对你来说也并不难。门主既然让在下猜，那么在下便是直说了。
门主改变主意救我，无非只有2种：一为利，二为恩。你我之间素不相识，没有恩，那么便只剩下利用了。门主想要在下为你所用，你为我所用？顾怀生，你还当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你能救我，不就是看到了我的价值所在吗？那么希望如你所说，你真的是个可以为本座所用的人物。科考之前，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你别在此住下了。当然，你要出去找死，那也可以自行离去，本座也不是非要用你，毕竟你现在还不是个人物。顾怀生坐在灯火之中，脸色有些晦暗。他手捧着早已经冷去的茶，内心却还是激动的，犹如开水沸腾。他记得自己已经死了，他恍惚间才反应过来，他重生了。